非常的丰厚啊。对，那也是看到的话，其实昨天啊，左半边已经决出来了2个半决赛这个名额，一个是第一，一个是朱雀。今天呢会决出后面2支进入到半决赛队伍的名额。是的。 我是比较关注奖金的，刚刚就看到，如果是8进4，进到4就多20万奖金呢。对的，来看一下今日的赛程啊，第一场是 GR 对阵 RC， 然后第2场是 MRC 对阵阿克西子。对，但今天的话，其实你看颜色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环节没有人来拖我节奏了。对，还有一种打法就是带这个巡视者，哎，直奔木偶师。 对吧？要让你去前期教路易去卡狗，如果你不卡的话，可能你被咬住、被围龙拿1刀的话，你少一波教路易的机会。对，也是有在比赛见过，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选点。躲住木屋机子，前期也是可以逼一逼大副的一个道具。而且这样选点有个妙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木屋密码机被封了，木偶师大概率会破译海测的密码机，那这样子咒术师带。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阿卡这边的一个技能携带啊，那其实他目的性很明确了，对吧？非常有可能会去追击一下木偶师。是的，但是这边求生的话，其实前期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预判，大家都在一个拉点的过程中。但是视角锁定好像有点像想追大副的样子。大副也怕狗。说到这儿的话，这场上怕狗的人有点多呀。摇出第一段怀表。那这一波怀表应该是给不太到的哦。 啊，这样的话，其实第2段也有摇到，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技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对，时间也算是拖住了嘛。对的，对的。林次那波卡视野还挺关键的。哎，这里没办法了。那后面这个巡视者一放，得看林次能不能安全度过了。牢笼的愿力是要比怀表的时间要更快的。是的，我有这个直接在脸上，那我觉得现在也不太好。 要不就省一下。对，等一下一个抽刀没有办法。那这个击倒节奏其实还是蛮快的。对，好在是一个大副把它比较耐做一点。没错，而且他省了道具，然后后面还是有机会再去进行牵制的，只是可能他整体的一个位置会比较偏大门这样的一个空旷的地形，以及队友的救援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且通缉了这边的向雪家。对，像是最近的，而且提前撒手准备过来救，他是没带化险为夷的。这波得救的比较好，不能让打到大副的针对。 但主要是另外2位带化险为难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赶过来要花的代价太多了，主要还是考虑到大副下来有2流机会啊，所以说让气象来救也是有一定保人的能力啊。拿1刀，那这样可以稳定救下，有一个摇怀表的机会嘛？是的，先一个强风吹开，但是对于阿卡来讲的话，我还是在一个牢笼范围之内啊，得看林次能不能。这边有点危险啊，还好是个残影。 有一个蓄力刀，但是还是没有打到。主要是这个怀表一旦摇出来的话，其实对于跛脚羊的克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第3段也摇到了，现在愿力续不上，他必须等下一个牢笼才能击倒这边的大副。那我觉得阿卡只能等这边怀表结束，现出真身以后啊，再放一个牢笼，但这里不能再被溜掉了，废掉一个围龙。哇，又是一个抽刀。这一波虽然气象学家他没有携带化险为夷，但是他是救出了一个有化险为夷的效果，夸张的一个效果。是的，让林次这边完成了一个很好的2溜啊。那也是让求生这边的整体密码机破译是缓过来一口气的。对。 那后面的话，其实气象是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回状态，不用去找队友帮助的，这样密码机可能会更快一点。接下来就是让木偶师过来再套一个化险为夷，争取最后的一点时间。因为大副的话，毕竟没有一个牵制的道具了，应该是很难撑到一个开门战的。是的，这边大副比较耐做嘛，所以多卡一些淘汰进度。招个笼子，小心打落地刀。对，那这样正常打一刀也是开启了2阶，接下来的话就赶紧分开啊，因为大副确实没有任何牵制的能力了。对的。也是把愿力逼掉以后，倒到离椅子最远的地方。甚至我感觉这个位置，如果咒术师来的话，还是能 OB 一下的。只不过现在密码器差的实在太多了，差一台整，咒术师可能过来保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保不到开门战。与其这样，不如保一个满状态去打接下来最后一台的一个运营拉扯。对，而且可以看到 G2这边他们密码机分布就修得非常的聪明，最后剩的3台是这边的大门以及小木和海边，离得特别远。而且现在大家都是个满状态，道具也是比较充裕的。其实对于阿克来讲的话，是不太好去这个2手节奏的。不管去找谁，都有很大的概率把这样的一个密码机给6刀压好。对，刚刚很关键的就卡梦只用了一层路易的1/4状态救下了人，所以现在他的一个状态比较好，能去扛一波压。对。阿克的话是注意到刚刚木偶师的一个走向，那这边找到了卡梦，不过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到了42的一个进度了。
对，是3管齐下。其实木偶师的话也在大门稍微修了一点，所以3台密码机相隔这么远去打一个拉扯，阿卡这里还是比较难突破的。是的，但是还是得哇，这边的一个连续赶路其实非常丝滑。不过对于球圣来讲，阿瑟这边是提前有防到了，而且手上还有爆点。对，因为队友也讲了，哎，这边可能不要追我了。那修的最多的密码机就是木屋那台了。对的，大门那边也在起了。那这里是选择去跟队友一块修，这样的话一会儿可以换位来救人。这个龙子好像还有机会能废，是的，飞轮有强风废掉了，结束了。他也没有着急交自己的一个道具啊，毕竟还要省到开门战。是的，是的，不能开门战没道具，不然太容易被针对了。现在再回去压迫大门的话，小吴那边就让出来了。是的。不过阿卡的话也是找了一个时间差，我把你们的人都往外逼赶一下，你们的道具状态是掉的比较多的。但是因为这边是有一个咒术啊，其实你就算击倒了这个木偶师，你也不太好挂。对，也能看到是获得了木偶师的成就，入木3分。没错。哎，还在博弈，感觉还能飞一个尾龙吗？对，但就算倒了的话，这里可以这边硬 OB， 对，直接站脸上，他就压好了。是的。他可以接受你教维龙拿刀的，虽然他没回光返照，但是这样的话，开门战你愿力就不太够，直接亮，直接通电。我现在的话，两个人的位置还比较近，而且木偶师他是一个半状态啊，所以说看一下阿卡这边还是能看击倒的快不快。对他得赶紧带走大门，得把大门让出来，让这边的磁铁去破译。是的，哎，这个维龙没有罩住啊，那大门的一个进度已经比较多了。焦路液还有个机会。而且他尽量往椅子旁边，我就算挡不到的话，你挂我队友也一定能走。对，在期间没有走位的挡了一刀。是的，那这个时候击倒的话，是队友一定能够完成平局了。就是在第1回合的上半场啊，G2和 RC 这边打成了一个平局。在湖景村这张地图，如果监管者没拿到分的话，其实对于自己家的求生来说会压力比较大一点。是因为这张地图它的运营会比较难，然后在这张地图的发挥是完全能够支撑住的。所以说得反过来看一下 RC 能不能说把平局给保住啊，因为一旦被对面夺抓的话，可能他们的一个大分就已经被对面先拿下了。对，其实核心点还在于求生者方的。其实前期信源基本上已经安全了，反而是魔术的话，其实它整体的位置就会有点被架在附近那个板区。对，但是他还得就是铤而走险去绕一下，然后破译，看能不能破译小团到双11的密码器嘛。来看一下开局，先往中场进行一个驱赶，也是可以看到进步一下。因为他直接拉点的话也太明显了，绕去小船，绕回去，肯定还是让你晚一点起这个追击节奏啊。哦，偷到了船尾，直接想对弓箭手下手了。对，那这应该是 RC 比较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啊，就是你去追我们的一个操作位置。那这样魔术的一个化险为夷后面也是有发挥的一个空间。对，可以先把他的韦伯定律给消耗掉。这边身位已经有点贴近了。下一个比努，这个维龙理解很深，直接把你后撤的位置给封死了。这一箭还好没有就是射中，就是只没有削到这个擦刀。又拿到了一刀啊！下一波有个比努加飞轮，必须能折掉一个维龙才行，不然依次的一个上移时间会非常快。是的，而且他现在状态也不能吃维龙外的一个伤害。哎，不过这个维龙没有在等，两边都是，哦呦，在拆龙最后一刻钻了过去。哇，这把闪给逼出来了。那这样的一个牵制，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毕竟他的一个道具跟飞轮还在，后面有一个牵制空间，也确实把技能给逼了。对，魔术师这边也是直接过来救人，但是被通缉到了。所以说赶过来的话，可能状态跟道具要耗的比较多啊。愿力也非常足够去守一波拦截，所以这波复古要小心，远程给一刀了。一直在防守，一个身距，魔术棒还在冷却，感觉救不了人了。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应该让另外一个人来，就算那个人没有化险为夷，也不能让夫妇一个人来呀。对，是的，被通缉到了嘛。对对对，他位置太远了。哇，年轻感觉还能直接击倒魔术，那这样的话，尤比还没有被救下来。对啊，因为另外两个人太远了，刚刚一个在海边，一个在木屋，他如果不是第一时间过来的话，根本来不了。那 CD 还要考虑。对吧？他也要被拦一下，这个表也是直接被交出来，而且被打直接蒙到了。那这样手上愿力还是足够的。对，还有机会。这个人他也救不了了，他刚刚已经吃了元已经触发了。对他现在不能吃刀，他除非骗一个椅子刀或者。龙的持续时间结束了。是的，是的，应该是在椅子附近拆龙会很快。对。
真的是非常危险，但现在仍然还是很危险，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密码机是完全停滞的，地上的一个魔术师也没有起来，那优皮必须拖，牵制起来，对，拖那边状态补起来。是的，是的。这里一个龙骨攻加秘弩是能够废掉一个围龙，愿力也不是很多。但是这边近板的话，是吃过一刀的，所以说现在不能吃平地刀。一个弹刀，那这样还有机会再去逼一个笼子。对，后撤跃龙。 这个还是非常准的呀，他前面可能我正好是100的撕裂值。两边这个真的是博弈拉。假装要拆，其实年纪这边也在看。没错，这波2-6真的拖了一大口时间啊！是哇，又翻过去了。没有愿力啊，没有愿力的话，我这边给你博弈也是非常出色的，真的是把队友那边的状态给调起来了。是的。 完成击倒，但是现在节奏还是偏向于年纪这边的。没错，但对于求胜来讲，已经比刚才好很多。好太多。对，首先状态都调好了，其次密码机的话差1台半多一点点啊。哇，又通缉到了。有传送，直接传。落地是 Soba 的星源。那他手里的这个道具其实不是特别利于他去。先交出飞轮，护腕的话，哎，弹到脸上了。我觉得他有点。 预判年纪可能要跟他，但是年纪他非常老道啊。对，但我觉得年纪的一个打法一直是我站在这观察你。没错，就是一个主打不着急，一不动我不动。是的。现在还看到了 CT 的一个位置，把他的怀表再一标。而且这边 CT 还有点危险。有机会能拿刀。他这边走的是个直线，哦呦。 年纪总感觉他看到人一样。对，但还好最后他是对吧 ？CT 也是一个小走位，给你绕了一下。那Soba那里是赶紧摸到了一个机械傀儡，要么自己补充一下道具，要么这个机子不能让自己后撤步骗掉第3段怀表。这样的话还能拿到刀，另一边在调整状态是摸了个机械傀儡。 其实密码机拖的已经比较多了，像65那台就差个35%嘛。是的。而且Soba那边没修，所以对于年检来讲，他不太清楚星源的一个具体位置。他也必须管 CT， 不然的话 CT 上大船修一台机子的话，其实后面是很难去管的。是的。啊，这里的椅子已经被做掉了，他得往中场那边去挂一挂。可以往双十一边牵一下。是。这一波应该年检挂了人以后，还是要继续以守密码机为主的，毕竟另外2台是新机，而你双11是一个很明显的大遗产。那台密码机马上就要压好了，赶过去的话，一极限有机会能控住。但是另一边其实还没来得及救人啊，对，是绕了一圈的。这里第一时间的话，笼子是一个赶路，所以说也是看了一下进度90。手上只有一个机械傀儡。而他的娃娃是放在刚刚的一个位置了。这边得赶紧带走，不能倒在双11这边的遗产。假装回去守，实则是在吸引 Soba 回去。那Soba现在他也可以让娃娃去修，或者是让娃娃再把自己的状态调一下。他的这个娃娃可能可以用在开门战贴门，因为电量可能不太够。但如果现在用来，哇，又把大副给击倒了。摸状态了。摸状态的话，也要消耗进度嘛，应该是来不及贴门了这个进度。对。又想回去扛压，但是这里年纪传送在手里的。的话，这边可能会传哦。这个进度可不是传过去。两边都在博弈。如果他是满状态，他可以等你签，这边可以修了。是的。 年景也很清楚自己只要多抓就行，手上看个传送啊，传过去，直接传，93的进度，Soba也撤了，不过他好像带不走这边的一个机子呀，又骗到了回来。我觉得年景已经发现了，太会骗了。对，Soba这边肯定想，如果你真的是后撤过来，我这个板不一定翻过去，我只能靠一个预判了。挂在脸上的话是一个人机同手，复古想把机子压好再来救人，但是年纪现在手里愿力很多，可以直接追你。打状态。 招出魔术棒，一个反走。是的，这边对于复库来讲，一定要再拖一会儿。对的，废了一个围龙，但是手里愿力还是够。但担心这里快自愈了，所以说选择先挂人吗？另一边是补了个镇静剂，那这样的话可以魔术师去压机子，然后等大副扎好来救人。是的，没错。 魔术现在状态比较好，他还是能够支撑一会儿的。对，但也需要注意，这边复古是没有携带手回光返照的嘛？是的，那其实年景已经给开门战铺垫的太好了，因为所有人的道具已经消耗的7七八八了。对，而且传送也要拖好了。是，甚至大副是交了自愈的，所以说只要能把传送拖出来，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开门战。是的。这里想打 Soba， 打倒，那这样直接亮。机子已经压好了，没错。 但是我觉得 CT 它其实不太好贴大门啊，还是很危险。包括他现在没有一个绝处逢生的嘛。先抓 CT， 把他击倒可以不挂。
然后小门的话是比较远的，双十一压的机子，所有人位置大概能猜到。保险的话也可以挂一手，感觉有3抓保底了这局。是的，传送是一定能够拖出来的。而球上一定要卡一个人在大船的位置啊！我觉得现在既然已经卡人的话，另外一个人可以尝试点门了，因为一旦哇排到2名了，但他不太清楚具体的位置，就大概能意识到在船的附近吧。对，但船这个位置呢，你又不好一下排出来。主要队友那边也不太敢草率的去点小门。但现在有点好像到了。我觉得队友这里点呀，因为 Soba 他撑不了多久。对，要不然这样子卡位时间就相当于是白卡了。击倒的快的话是有机会4抓的。对，都把一个很极限的飞轮。但这里愿力其实也不够。击倒，那边门还是没有点到，刚点到。先传，不太能点门吧？要4抓了。不过这里没有任何道具了，感觉博弈直接很耐心，等你钻我再打。击倒以后可以先挂，也确定你幸运儿的一个位置。即使交出自愈位置锁定的话，慢慢走过去还是能击倒，那就能锁定个4抓。交出自愈。现在点门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完全不够。对。总感觉年仅的愿力怎么用都用不完，这边赶路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主要还是它的每一个围龙都有作用啊，就让你感觉它的一个效率非常高。再往前走，2名就要出来了。是的，是排到了。那这样即使没有挽留，因为魔术师这里是1挂，有充足的时间去慢慢找到这个人。再排一下求生者的具体方位。对，大船没有，那就是在双11。对的，只有2个方向。哎，就看一下这个机械傀儡会不会迷惑一下年仅的2名。对，因为判断Soba 的话肯定先贴边走啊，哎，但是好像看到了的样子。我觉得能看到啊，这边是有模型，他的模型看到了，可以看到呀。看到了，那这样一个围楼贴脸，完全击倒4抓。哇！就这把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第一波手椅这监管者不会去压他起身或者追他什么之类的。如果追他，他至少有个牵制天赋嘛。对，所以说把赌注更多压在前期。如果没追他的话，那更好了。这个回光返照根本就不重要，开门阵的时候谁也顶不住一挽留呀。就看G2这边求生者怎么考虑嘛，或者说相信囚徒跟作曲家。这前期的一个追击也不着急嘛，那你们慢点修就好了。对，就是一个选择题嘛。他是去选择追击修得更快的呢，还是说稳定刷出化险为夷那个人？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天赋有。哦，那是开局，看一下大家的一个位置啊。好像在尝试看这个拉拉队员。他拉队员肯定也不可能往鸟笼冲过来去破译啊，就先观察一下。已经看到脚印了，有点想去抓一些修葺快的角色。对，因为你这边能看到女神像的人啊，已经有点蹲不住了。对的，想抓一下这边磁铁的囚徒。这里也是携带了弹射，前期的话应该平地是给不到机会的，而且手上还有一个强电流。对，阿克的话也是先逼出你自己的一些弹射嘛，顺便也封掉了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对的，2个推杆都招了出去。是的，这波身位保持的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电闸。电闸。他也是主动在往废墟里去牵制了，因为一直在这边的话，队友是修不了的。下一波还有一个弹射。说不定还能够让闪现晚交一点，这里没有强行转秒钟闪现。那这里踩个板的话，有可能还是能打到。对，那就看一下后面这个主球到底能不能够快速终结掉磁铁了。原地连线，是的。牵引一下，但这个主球交的，还是收到回来了。对，因为他把板窗熟练度很高，变成了一条线，你实在是没得躲。完成了击倒，1分27秒的一个击倒时长，其实2边都可以接受嘛，因为这局是有一个作曲家加炒作大师的一个幻影体系。对，不过对阿卡来讲的话，他的干扰是比较多的。对于阿策以及0次的密码机，他都有封到过啊，所以说2个密码机都有一波回退。是看一下陶豆大师要不要把人给换到了离自己更近的一个位置啊？对，这个位置的话，离板窗更近，可能能给到26空间也更大一点。也提前交出了迷烟炉，这样子更有利于救人去卡一个淘汰进度。是的，而且甚至有无伤的可能性。
那这里的话是把主球一打，有一个被动啊，那这样的话是还是很成功的一个救援，也给到了磁铁这边很大的一个牵制的机会。对你主球交过的，但是他应该优先不牵制了啊，先优先连电了。是也算是一种选择吧。连电的话可以确保更快的一个破译进度。对，他是为了团队舍弃了个人的一个存活空间嘛。但是仓如果能翻的话，翻一下肯定会更能溜一会儿，就是看你认为自己溜拖出来的密码机多，还是队友连起来密码机多。是的。是由卡梦往这边赶啊。再来套一个化险为夷，但这把的密码机似乎一会儿救了人以后要强行去激励打一波了。不然的话，你现在进度是不太够的，因为密码机的干扰很多。对的。零次那台密码机还有可能要回退，又连了一个，因为它本身修的就比较慢。没错。拉拉队员套上化险为夷，再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激励，是有机会在化险为夷期间打满25层的。是的，看这波怎么进行一手配合。对，他看打一个主球，打到了椅子，但是这个淘汰进度还是够的。是的，是的，还是能救，而且主球也交过了，直接招强电流进窗。第一时间也是给到了激励。对的，那全程就可以陪跑了。是的。再交一个反弹，身位保持非常健康啊。对，不过他身上的一个层数目前是一个10层，阿卡手里的闪现马上就要好了。再来一个主球，把拉拉队员给收住了。一个雀跃的小加速。是的，那这样肯定要交闪。那还可以吧，至少吃出了对面的一个闪现。对，而且拉拉队员他这个无伤救，对，他状态比较好。这下地窖在雕像的一个位置。是的，然后最后一台密码机2台都差不多，肯定是要多修的。他们也没有留一个很近的连击。打台球手的话，只要能保证密码机离得比较远，而且打拉扯的时候，大家状态至少能保证2个满状态以上，还是比较能够去拉扯的。这一波得沃许加站出来扛压了，因为他是携带了一手光环罩嘛。对，而且刚刚队友是帮他把闪逼了，所以说这一波其实牵制起来压力不大。如果是有主球有闪现的话，那就很难牵制了。对，不过这边是有主球的，抓到，这边也不敢翻啊，有一刀。主要04那边他状态不太好，所以说不太敢给这个密码机的压力，再加上他没有带回光反照，他是绝对不能被续上节奏的人嘛。他如果被针对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伏笔啊。这波过来追击一下卡梦的拉拉队员。现在阿卡已经把大家的一个状态基本上都给打掉了。花球，这里能不能把拉拉队员也拿到一刀？后板刀没有打到，还有的话持续时间比较久，因为受伤的人比较多。是的，他也在钓鱼，因为踢墙的一个位置实在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旦你踢墙要扛压去修的话，那很有可能他一个回马枪就能够击倒，有一个上移节奏。对，只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小窗户嘛。哇，一个很今天给收了。直接是没办法了呀。对，而另一边的话，其实密码机也被锁住，修的话其实也能够看到一个进度。对，而且这边是个踢墙，其实你往这边来赶去救援的话，压力也会比较大，很容易被拦截。是的。卡蒙过来救援，花球的话应该是可以续出来一个的。看一下这波拦截，压力还是很大，因为实在太远了。这边拿到一刀就救不了了，然后04那边的密码机也是有被锁了。球的。是的。人肯定也是卡不到了。跟花球交出来，但是加速吃刀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难受，只能卖了呀。对。先看一下能不能让逃脱大师那边把密码机给压一压了。对他一定会给着这边去救人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也很清楚是自己是救不了人的。这个时候密码机还是不太能压好的。想强行抽，还是救不了，还是救不了。而且淘汰进度会比较极限。对，他只能大概往这边跑一跑。密码机可能待会儿会回退一下，直接亮了，避免让你回退，只能开。但是给压力给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这里女神像去贴小门需要很久时间，而闪现是好的。阿卡队员的身位有点太近了，而且这边没有道具了，可能要被闪现击倒了。对，直接闪倒还是有个4抓的可能性。这样逃脱大师他走不到哪儿去的。而且甚至这个模型也大概能看到，主要是以现在阿卡他的一个击球点来讲，我后面去排这样的一张图是很快的。对，主要是依次上挂的拉拉队员嘛，他可以先去小门看一下你有没有在小门，如果没有的话，刚才记到雕像是有一个地窖的嘛，他可以往那边进行一个压迫的。对，第一时间先去小门这边。没有耳鸣的话，也完全能顺着这个对我再回来线回来。是的。那也是
看一下挑头大师他的一个位置，确实是有点被架住了，对吧？然后大小门都去不了，地窖的位置呢，阿卡又比较的熟悉，不过他目前还没有很确定到04的一个位置。对，这边也是打了一个主球出去啊。他现在把那边门也给封一封嘛。他现在得赶紧往雕像地窖方向。是的，是的。一个排人了。地窖就在女神像的一个方向。不过这边有点被吊到了，这里有点想点门啊。那你的一个视野是完全暴露了，我完全。他应该是想点一下肖乌鸦，而且他手上是没有道具的。对，我觉得这里有点难走了，被架死了呀，有点难走了。那这里的话应该是平地哇，拿到了音乐完成了一个4抓。那我觉得这张图选的 RC 就达到完全打出来了。对对，就是想让阿卡这边的一个控场监管给到你压力嘛，无论是台球还是说梦之女巫。医院这张地图还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地图真的是圣心医院，它很难去进行追击以及续节奏。对，再加上这把 RC 它是带着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来的，所以说整体的打法以及说天赋也不会很拼啊，对吧？我先走一个，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破译。对。其实还是，如果追击力师的话，就看他的一个击倒时间了。如果真的够快，这个阵容是没有办法去稳定的救下来。是的，其实如果我年仅这局能拿到一个3抓的回忆，也是有个小分。也是3月兔。是的，一个半生的时装啊。那看一下现在到医院跟律师之间的一个博弈喽。应该也只是限制一下律师前期的一个破译，因为邦邦也需要攒雷嘛，所以说前期的时候雷不够满的时候，先去压迫一下中间的一个破译，再去找自己追击的目标，比如说废墟的用品，因为他不太能接受自己手以节奏的时候，让一个空军过来崩一杆枪把人偷走，所以说前期抓空军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甚至废墟来说，非常适合邦邦的一个架点。5秒雷的话，那 UMP 这里就要转点了。这边是一个2秒雷，下板就吃炸。对，雷还是非常流畅的。再来一个2连雷，这个雷3连炸到了，就是补的最后一颗，让 UMP 现在牵制压力很大呀。是的，再来一个雷，而且藏了一下红光，单雷吃到了，遥控还好遥控是躲掉，但现在这把枪到底能不能交出来，真的非常关键。2连雷还是炸动了，我的天哪，年纪！他看见你要开枪了，我在最后中枪的前1秒，我把这颗雷给补上了。你开枪是有一个硬实的，对，就是没有办法移动，而年纪眼疾手快，一个雷直接续上前面的2连。这个节奏太快了，外侧把加起来就1台半吧，而且把你道具逼了呀。关键你刚刚 CT 还被通缉到了啊，已经是知道他的一个位置了。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救下来的一个收益也非常小，本身他也没有道具了吧？那不如就是卡满只救一波，亦或者甚至是不救。年纪发现你没有卡半的一个意图以后，回来塞雷。但其实现在不救也很难受，因为年纪没教过技能。是，这里是想过来极限过半吗？卡半，这里有个卡位的说法，没有卡，血线很急了。怎么说？时间卡半救下来了，还扛了一刀。天哪！哇，两边真的都非常敢去扛。这一波救援真的是力挽狂澜啊！这就是大心脏选手。不过现在优势还是在年纪手里，而且到中后期的时候，幽冥这边状态掉了，其实也非常容易续节奏，比较难补回来。哇，又是个超远程2连，对，直接击倒。那这样再挂上这一波是真不能救了。对，但是得有人来啊，还得看你能不能通缉哦。还好通缉到的是火灾，其实来卡的是索巴的律师嘛。索巴难道说他是带着化险为夷，他还想来？他想扛呀，他是可以当涛哥的，因为他这个角色刷出来不怕震慑，但是怎么过去呢？他不是带了一个弹射可以冲过去，他有一个飞轮。而你如果来卡的话，我知道你一个破译快的人来卡，我直接追你一个律师，怎么说？对。而且看了一下外侧密码机是在走动的，对，开追，椅子上的人本来招贴脸，确定没有人来救。那这里索巴飞轮躲一个，2连下板3连炸到一下，再来一个遥控，应该是能够炸到交互的。吃一刀还不敢走，是的。这样如果我被快速续上节奏，可能是一个偏3、4抓了。对，其实感觉要4抓了，因为外面没有人能救人了。哇，直接炸到3连雷炸到了。这里应该是往废墟挂，废墟那边是明显的连击，或者他挂脸上逼你嘛，因为你们每一波来救人是给到你们自己这边劣势节奏的。拔到踢墙还亮不了。是的。而且福库的位置是明确的，只有他能救，那直接来逼一手福库。其实救也不是，不救也不行。
哇，这个3连又炸到了。严谨的森林雷几乎没有任何空过啊！是，即使给你 CT 区废墟3连破1亮1台，那么你这个 T 墙永远修不开，始终差一台机子。那遥控雷感觉只能卖了，卖了的话2人去打一个拉扯。我觉得考虑一下地窖吧，因为密码机修开实在是太难了。是的，得考虑地窖。对对，所以说要保状态以及保道具，直接塞满雷，5雷轰顶，然后快点淘汰掉律师。对，然后方便年景再出去追那一下节奏。边密码机的话，进入一个抖动的状态，确定雕像有人。年景要不要去听一听 T 墙的机子进度？然后后面他是可以底牌切传回 T 墙的，是选择来医院了。知道 T 墙是多少一个进度？他甚至能算出来，对，他算出来了。这个根据时间去计算求生者大概的一个密码机进度，这也是监管者非常好厉害的一个技能。看到了这边来排 CT， 甚至你其实女神像都没修亮，那 T 墙给你补又如何？看一下这里马上想苟一苟，排到，哎呀，呀，直接一个盲雷炸到。这里有必要帮忙？我觉得没必要。对，就往3连万千。对，只要不给你自愈以后第一时间修，甚至他如果足够自信，也可以尝试。算了，求稳。再怎么样也修不开的。而且夫库他一只狗他会冒乌鸦的，但是他想消乌鸦的话呢，只能来3连。对，没错。而且年景能排到呀。再往前走没有别的地方去的话，就2个小乌鸦中间点。天哪！再往前听到了，躲在哪里？现在真是不能出来了，你现在出来反而这个定位电视好像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呀。退无可退了，这个点，这个位置虽然躲了个2连，没被炸出来，但是没被炸出来。如果刚刚你掉状态的话，毕竟还有个地下室，对吧？对。不太清楚具体的个位置。这里可能对于 RC 球上来讲，就是 CT 想我怎么还不淘汰掉啊？就他的一个倒地，哎，这里出来了。他是觉得在这早晚被排到，所以说我不如主动出击。是的，因为像佣兵那边已经是一个过半的淘汰进度了。如果说你这边想要挂他的话，佣兵2个护腕也有机会去走一下。这3连雷真的是可以说把小屋全部都铺满了。是的。那看一下能不能再次利用一下自己的一个气囊。哎呀，炸断了他的一个加速。那这边只能蹭一个反弹了。现在想赶紧回去找一下 CT 啊。因为炸的只剩最后1/4状态，对，没有办法补状态。就算挂上佣兵了，你也很难走了。对的。先回来找佣兵，哪怕你快摇下来，他其实也有一个搬运的说法嘛，因为邦邦他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摇下来以后马上吃满炸的。那边头铁先把梯子墙给破开，但是问题还有最后一台60进度的密码。现在已经看到佣兵，他必须得起来了。但这个护腕弹那个时机还。另外一个护腕好像不太好释放啊，年景的一个位置全都是堵到了。还有一个遥控雷，想倒到3连去吗？这个位置倒了，淘汰进度再叠加，他要淘汰掉了，想办法给挂，对。真的是这个淘汰进度卡的太极限了，每一波都是精准计算。夫库现在很难受啊！佣兵的一个满挂，他是一个非常残的状态，手里只有一个气囊。对，先占地窖点，从地窖点方向往外去排，因为你刚刚把 T 墙又给修亮了，那想消乌鸦的话就只能来。他想救人，我觉得一个一速把点拦住，然后这里只要一个都不用遥控雷啊！ 3连没命中没关系，已经知道人的位置，对，我还这么久这个时间，根本走不了。再来一个满扑3连。 天神下凡绝世帮，唐亚4抓真风光，这个邦邦能4抓的。哇，这个真的是艾维的话是比较难去保人的。也见过艾维有可能去抓一抓桃大师，因为桃大师虽然有被动在，但是他毕竟一个侵蚀度的时候，你的一个方向是往监管者拉满的时候，往监管者脸上位移的嘛。对，你视野是。明明这张地图是比较空旷的，大家可以分散一点。那大家还是挤在一起了。选了一个比较抱团的感觉。是。艾维选在了玄山木马。那开局肯定伊斯人还是想去找找病患的。哎。 想了一下，犹豫了一下，这边还有个3连击呢。是。
啊，这里直接是修了一个帐篷啊，把电击桥先放出来，因为电击桥很容易受到一个干扰。干扰是的啊，甚至冰魂也开始修了。对，或者说他判断来说是会觉得这个气象可能携带化险为夷的可能性更高，是冲着气象去了。再往前走的话是拥壁的咒术师，收回来那就没有想追，更多是干扰，把起点架住。不过这里陶片，但是他卡了一下位置啊，这样上陶片在站台上，侵蚀度上的很高啊。对，正好有一个强风，看如何进行博弈。那本体的一字本枪还在，追猎已经起了，感觉得交道具，而你回头就有可能被吼回来，是的开到第一刀。而且刚刚这样的一个阵台呢，已经是有一个陶片的覆盖了。现在对于夫库来讲，他的牵制压力很大呀。对，但这个陶片其实是传过的，所以说强行坐车倒是可以，但是坐有过去以后闪现呀，手上有一个层云，看能不能拉开一些距离。对，想骗监管下来，然后再回去坐车，但是闪有闪在现还是距离的在，我觉得还是不能做，得下你或者下去。对对，你得到一个他闪不过去的对距离才可以啊。那这一波别人的一字本相没有吼到，是的，好歹是等下一波缓一下激速了。对，那前面还是可能会有个闪现身位。他想直接飞过去，直接哎，但是预飞。判了一下落点吗？哎呦，落地好久。也算是追拉开了猎。对对对了，不然的话，刚刚可能在站台上要完成一个击倒了。这个牵制时间拉起来了呀，是快2分钟了我。觉得还是在起点站那波，夫库防到了。对，是那一波层云很优秀，这里对也是闪过去，第一时间先吼一下。假如求生者想木压的话，那其实是没办法的。是的，而且整体从头到尾牵制下来的话，没有给到年景太多去控场的机会，所以说外面密码机的进度是非常快的。而且逃脱大师他可以挪椅子，并且他有一个被动嘛，所以对他在救援艾维的时候压力非常小。是的，起点半场这边虽然在牵制，但是也亮了一台，不会形成半场3连的情况。对，现在是2个半场各有2台密码机。以及说第一波救援的话，以逃脱大师来讲，也不会给到太多机会。是，已经有一个被动在。哎，但是不，好像是想打一个摇摆救人吗？感觉血线卡的好死呀，这这个半么卡远，满就一波吗？但是其实你卡满救的话，你队伍的一个密码机也跟不太上呀。可能是考虑到再给一刀会开出2阶，然后这个阵容又没有调状态，就反正他已经没有道具了嘛，对以吧？稳为主了。对，考虑到没有2个化险为夷，但是这里外面又吃到一吼，感觉救人好在他点困有被动难啊。有被动应该还是先可以救的。但是博弈会有风险，想 A 晕吗？应该是有机会能 A 晕的。他自己蹭满就可以了。好，直接拉到外面，然后接接，飞了来呀！椅子飞掉了。这就是你卡满有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卡满了，你就很想把血线压到最极致，那反而给到年纪一个机会，一个2阶落地，直接把你击倒，甚至他是知道你没有回光返照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决策可能也要再考虑一下，因为本身夫库他就算没有道具，他的牵制时间是够了的。是，甚至这里电击桥还能再防守一波。如果你想抢亮的话，那我直接过来落地，那你间点这个人救不了啊。反送过来，好在逃号大师这边可以挪椅子，一吼直接打断。打断了呀。应该受伤加速还是能救的，然后另一边赶紧去换人来过来压这台，因为进度还是比较多的。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逃脱大师他会被针对，而且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是的，就是这个点。所有人都聚集在中 ，A 晕，那边密码机没压到，好，哇，真是了！我的天哪，这是在干什么93呀？的进度并没有破到啊！年仅计算椅子面前减少上的一个侵蚀度，都给他算到了一个 A 晕，而且是 A 了以后过了那么一会儿才晕。那最主要还是队友根本就没压好密码机，是压好的话 AUA 都还能接受了。用 P 现在得扛起这个压力，他得先救 CT， 再想办法救搜吧。但是这个血线你救了不扛的话，那其实，先救下来打针对，那也可以先减员啊，给你救没人压机。对。那挂飞以后，你就算把人救下来吧，2个人也不可能赶到那台99的密码机过去了。而且开门战怎么办？有闪现的艾维，2人怎么拉出来开门战？直接落地过来，飞轮躲一下，但是感觉还是有刀。对。
有闪现，不太敢进入交互点，还是能给到这一刀的。想冲桥上去亮机子，但是就算亮掉以后的话呢，大家都在一个终点站嘛，年景已经提前把终点的门给占住了。对，年景闪现也是好的，他大不了一会儿就是交闪去把你咒术师击倒，然后1-4人全程跟着病患，你病患没办法点门啊。对。 2个人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闪现击倒的身具的。对，2个人怎么打艾维的开门战啊？这个连挽留都拖不到一半去的这种感觉。是，飞轮也是交过的，这里甚至躲不了闪现。哎，这里应该是那边有条片可以传过去。对，但是得赶紧传，因为那边要按住了。啊！闪现完成了击倒，刚好说是。 青石掌那一刻，他刚想摁这个桃片，对，他在等，看你青石掌了，我直接传。反正这边咒术一直在我脸上嘛，对吧？你2个门都点不了的，那感觉又要4抓了呀。是啊，那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翻盘机会。对，因为你飞轮也交掉了嘛，现在2阶过来身上侵蚀值也很高，加上门以及地窖都。 不太可能啊！这边有一个车，但是可以跟上，败座，对，只能度过4抓拳，最后温馨的10秒了，60的一个侵蚀值，根本救不了，都没3层红。但地窖在这，他走不了了，走不了，一个又拿到4抓，对，天哪！哇，这把园丁他都可以强救人，我顶着盾过去，对吧？我的一个容错也是比较高的。对，因为你要炸2次才能把我的盾给炸掉。是的。那前提是你能够贴到椅子的一个近点啊。 毕竟你如果带了化险为夷，可能你就没有什么一个道具跟。为什么呢？因为往往他往鬼屋去追击击倒的时候，在鬼板或者起点附近的时候，要什么你在起点的人来救。但是如果佣兵在起点的话，佣兵一是可以考虑要不要点站台，对吧？同样的一个是，还是得去找幻灯师。幻灯。 哎，有点想摇摆，因为后招不好追。绕过去电击桥，电击桥这里好像还没察觉到吗？这个时间点拉点的话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这边携带的是一手双弹飞轮嘛，牵制能力拉满。对。有飞轮的话，其实可以配合一下形状投影去规避一点伤害。没错。对，然后拖出自己的飞轮，其实想秒的话。 概率就比较2连雷的机会，把他给逼出了这样一个跑得非常快。是的，不过手里雷比较多，手里雷是比较多的。躲枪，2连，又躲打一刀，其实也可以接受，对。是。那这样张狂也马上要解锁了。先扔一下。到一个红光，也没有被任何反伤到。把这边张光洗2连，等你雷炸完以后再躲了，但是这个遥控炸到了，还有最后一下。对，移形是千万不敢交的。光，但是卡邦你看很老道啊，他直接往帐篷那边拉点。你要落地有敢枪，吃枪了，没办法呀，我就等着你这个移形。太丰富了。是的，然后就硬绕帐篷倒到最角落去就行了。 或者一个弹射再往远端倒，而且给到了一个2连，对，你这个伤害的一个结算就是又要得到一个延迟了。对，好炸倒，但是1分33秒的一个击倒时长，对于求者来说保平应该不会有特别大。对，而且这把其实走一个都就行了。那看一下是挂在了磁铁的一个附近。但是这样是把2个他可以剩这台机子80，他去换一台，因为一会儿说不定可以救完人以后让救人回补。没错，他自己在这修的话，其实也修不踏实。扛的比较压。起点半场还有一台金教屋的密码机嘛，而且林次也会帮忙去分担这个压力，你不能专心的去干扰我队友的。要看阿勒福这边的一手遥控雷能不能没打算卡半，对，一手遥控雷。对，但对于阿勒福一样，他肯定看见佣兵的那个脑袋了。对主要是隔着这个木马，你遥控雷很难中的，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草率交出遥控雷的话，这边甚至有可能一个护腕就弹过来了。对，因为你交遥控的话，其实椅子上的人也会一直跟队友沟通啊。那这个人应该是不好说，给这个帮帮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他担心。他离得好近啊，感觉一直在跃跃欲试，很恐怖。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一个近物投影，最后一刻可能会给到椅子的。对。好，哎呀，没了，直接抢，真的不能放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样子。他一直在一个可救范围之内，你必须在卡帽飞之前都在椅子面前守着。对，这就是幻灯师啊！血也卡了，人还救了个卡的满满的。他状态没掉呀，就吃了一个炸呀。是，
那等挂飞空军，这密码机都差不多了。对，而且大家都满状态，你移形也好，传送也好，都没有办法续节奏。这个倒地的位置离椅子太远了，那台80多的密码机可以直接开掉。是，然后这台50多的就看你守不守。开掉。他们可以完全新开一台了，那个59的，反正大家状态都比较健康，谁去给压力也都可以。而且给压力，这台是金教屋的密码机，想大胆移形吗？不太好吧，因为不清楚人的位置啊。骗一下。这移出去的话是。哦，想强行移2楼，他猜到了，怎么这么清楚啊？好聪明啊！他应该是通过刚刚一点耳鸣判断出来的。那这里看一下他的一个击倒时间了，因为乱炸，但是没炸到，太好了。对，而且另外一台密码机起的也很快。其实什么，哪怕吃2炸，他也飞轮能抵掉。哎，给到了一个回来打了一个实体，但另外一台密码机的话已经到了54的一个进度。对，而且手上有飞轮，下一个还有一个人物投影嘛，是有机会能牵制够的。对。你现在视野也不太好，远程是不太好。2个人合修机子太快了，直接交。又把自己的人物投影技能已经交过的情况下，那么你开门战是没有办法伤害的。如果顶掉可以直接亮了都。对啊，吃2炸我就飞轮规避伤害了，然后再往前面走，到底没有挽留。对，2战的车吧应该。看一下，好像是2战的车。如果能监管着没坐到车，甚至有3跑的可能性。边门已经在点了，底牌根本切不了技能，因为技能在 CD。胜利原地还要过来点战吗？来不及，没关系，但直接我们走就行了，走地窖也可以。对的，你的雷地窖就在狮子街，那就不考虑地窖了，甚至还可以拆椅子，走门就行，最重要，他还有人物投影马上要续出来了。对的，他走门就行。有点拦不住了，真的是。幻灯冲击赛是最恐怖的，也不敢打他，根本拦不住。玩一个8比1，一个可能嘛？是。哇，100%的4抓率。没办法呀，年锦他整体的一个状态确实很好，而且现在，到了第4局还是一个天王的轮次。对。加上他们的比分优势太大。这个阵容，你要说真的克喧嚣吗？没克喧嚣，没有好防的位置，脸上就是幻灯师啊，也是他比较好追的一个角色了。对，而且他是能够锁住大防的一个机子。对，开局卡一个狩猎本能的话，这个跟进速度会很快。对，可能你到，那也是直接来到脸上的夫库啊，他好像是交幻灯片直接拉点的。因为不拉的话，这狩猎本能确实一下子就追了呀。就现在对于RC来讲，就是要以稳为主。对你，但是你看，就像刚才说的，你进到这个单窗的时候，就可能要被上双重惊喜下标记。是远程直接双重惊喜盲视野，但第2下没上到。没事，只要上到1颗就可以了，因为他开局释放双重惊喜的时间非常早。是，而且如果后面剩的是一个焰火舞台的话，还有可能把他的一个技能封住，他即使交了技能也收不回去。对，这边还有一个反弹射，要看怎么考虑去交。提前拉回来，不能让焰火舞台照到。但是你这波没把双重惊喜逼出来的话，你技能结束可能要出大问题的呀。这个位置空地，要可能会连。看一下这波怎么再走位躲，那我不管你的呀，甚至还骗了一下。若飞人解锁，直接跟进，补上一颗球，架住了在这里，直接交一行想骗他过来，没打到。这个时间可能还是要等下一个双重惊喜。对对是的。哎，绕场，只能弯倒了。不过刚刚是直接往3连冲的，所以索把这里是看了一眼，给到了灵柩。这一波要反吗？我觉得应该先扯一波，先扯一波。就在背面呀。因为他这个画上的时间也比较极限了。哎，小说家没修亮第1台就开始跑图了，难道一会儿他要去接应一下吧？还是说？就是先修小房，然后待会儿等你。往那边倒的时候，对，先把密码机速度打快一点吧。是的，我明白了，一会儿让哭手补2台，然后只要小说家修亮以后，他就可以用命去保。对，是的，是的，他得去一波能摊一下状态。打到了，但是这样也给到了夫库往小说家那边贴的一个身位，他一定要去跟 UMP 配合一下。不过空中飞人留着2段，一下子拉进身距，感觉溜不了。对，溜不了，对，只能先导远。对，远离灵柩的位置嘛。然后就让 UMP 救完再保嘛。应该是反了。反了。对。这波那反了的话，其实这样小说家也帮不到了，就是所以小说家来修小房可能是为了考虑密码机分布会更快一点吧。对，但是还想再摊一下。对，感觉能不能打掉他的一个状态呀？哦，打掉了。
哇，他有点会找机就会了。看到你5秒你就得不是，吃他现在有点要吃伤害倒了吧？赶紧走，得赶紧走啊！他在拖移形。对他的，而且顺道拖移形的时间拿到了一个状态，把隐喻也逼了出来。是的，就是这样，已经让小说家后面，就算你赶过去了，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的隐喻吸不出来了。太心细了。对对对，我在想，其实 UMP 别倒就行想打断你的移形，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你在一瞬间嘛，我给你进行一个换位。但现在他自己有点要倒了，过去吸满了吗？直接没有，好像差1丝儿。而且他是没有年景快的。对。好不容易过来，也是被直接找到，进入追击。这里一个弹射拉开，但是有空中飞人也可以跟进。对，其实3台都在修了，很多了，3台都在修了。看福库他自己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了？双龙击醒哇，击倒，没办法，双色一起上击倒了。那移形刚交过，应该是管不了密码机了，对应该机子都能亮。他们那个密码机分布其实计算的很准确，就是分布的也很分散。目前局势偏向于一个保平一点。是的。不会让一台机子差很多嘛，尽量是同步去亮。这个密码机还是有很多门道在里面的。那这里直接亮，你抓 CT 的话，其实它有很强的一个拉点能力，还是要去找一个比较没办法位移的角色，比如说入殓师。他现在因为没有技能嘛，所以说其实保平就够了。对。骗一下，再回头去找 CT 吧。那 CT 仍然还是能够牵制的。是的，他还有火箭可以往。这个焰火舞台能不能打断？但是现在一个加速。地窖不在这边，对，他得拐到中场去，还是有可能3跑的。再续一下，他还得续出来。这边有一个爆炸的小加速，就在狮楼。对，因为主要刚刚没上到标记，对，那下一个双城惊喜真不能空了。火箭还有一定要能击倒才行。上到一下，直接拉近身距，最后差一个干逼，只要能命中，完成击倒，那就是保下一个平局。那其实即使是保平，也在无限的压缩 RC 还回比分的可都修的话，容错率会更高一点。对，还真是打小丑的话，其实就是什么最忌讳你人人都不修，给他捡足了道具，拖好了闪现，一个无限距把人。打到一个伤害以后，再闪现秒掉你外面密码机，那可能也是让他去带这个化险为夷了。然后会离火灾比较近嘛，但是你前期本身你就要去捡一下零件啊。其实前面那个悬点也不是特别重。开局先捡零件，我觉得这个火灾调查员肯定是不能碰的。他等小丑走了就可以修了。对，他是反走来破这边右半场的3连。对，还在捡个零件，顺手去捡一些无限具啊。这边的一个零件散落比较多，也是来到了磁铁这边。对，这些巨娃有一个盖板的机会。是的，对，而且可以转到前面的一个双板区，继续去卖娃嘛。对，这样子外侧密码机得赶紧修。前期的无限具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如果多捡零件的话，其实追击就会慢一点。2个娃娃换去找病患。对。这个点位应该是很大概率会吃剧的，那可以考虑一个板剧。就我可以吃你伤害，但是我要砸板。是，对，没办法。这样子也可以第一时间把数据加速拉到最长。而且他后面手里就有飞轮了嘛。对，去找一找火灾调查员，说不定气囊能帮断无限剧，因为他自己的话有钩爪是不用担心近距离去拿刀的，唯一就是无限剧能够拉近。火灾调查员的气囊可以帮忙一下这边。是勾手赶路过去有气囊，再跳下来被骗下来了，回到脸上了。这里气囊，飞轮挡掉，气囊能挡一下。但这里手里有闪现跟上击倒了，这个密码机进度真的有点不太够。是的，因为开局被封到了大房的密码。对，然后以及娃娃处理掉一个，现在是半个娃娃，加上大家的驱赶会比较久，干扰密码机了。对。那这样就直接让阿策来救呗，有化险为夷。这波可以考虑压满，因为如果你要掉状态，外侧机械师可能会修不动。对，可以。如果是满娃的话，可以卡半的。而如果压满以后，前锋可能得来陪跑 OB。他应该要卡半了。那就看这波牵制。觉得我套个化险为夷，至少把我这台密码机解放一下，然后你再导到远一点的。前锋应该是撞救。对，再保一个状态。对。因为也有化险为夷，甚至我觉得有化险为夷的前锋就是什么短球撞，不需要长球撞。如果想长球撞的话，那就再给04一个牵制的空间，毕竟还有个钩爪。没错。
哇，机子真的是有点少，因为前期掉了一个机械傀儡，再加上密码机被封了，想头铁开局修也没有办法开局修。节奏还是起得挺快的。前锋的话已经过来了，撞球了。对，这个球并不是很多1/4吧，然后给到林次一个进板的机会，这里二阶距。骗哇！来回骗的一个二阶距，对，啊，倒个角落去了。我觉得前锋不能来，因为这个时候再受伤，绝对不能掉状态了。对，整个队伍就会陷入一个我整体状态非常危险，一旦有上移节奏救不了人、修不亮机的一个情况。要有一个机械师啊！对你再掉状态的话，机械师根本修不动。是，阿瑟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气囊，即使半状态也不用担心。无限距吧，我觉得无限距他还是能防一防的。那现在就看下一个无限距到底怎么去规避了。想来是看到了卡梦的一个位置啊，有飞轮，先翻过去，再翻，哇，飞轮顶掉了，但是他也不敢翻，在脸上得拉球拉身位进到下一个点。但现在有抗阻啊，所以说一个二阶距，球还在 CD， 还是给到伤害。那这样子拉扯就起来了，外面的机械师状态掉了，他们已经剩下的机子都好危险啊。都是狮子这边的2台，只要把板子处理掉，无限距都能命中，而且阿策修的那台更是危险中的危险。去招火灾掉哈园了，最后形成的3连，感觉对于 GR 的求生者非常不妙。好，这边是躲掉你的一个技能，对他只要拖了自己的一个技能啊，拉回来只能断一波，这波哇没有而且上了钻。对，那另外一边前锋他不敢修刚刚那2台，不管，前锋去找娃娃摸了。是的。往3连去挂，这波机械师得救援。无限距在手里非常的充裕啊，而且手里有闪，你如果外围被拦到的话，这个人救不了的。对，假装挂，实则不挂，先来一下人，试下3连击。对，这波还行，因为这波机械师他有一个魔术棒。手里但这个魔术棒千万不能震慑。对，而这台机子是比较空旷的。这3台其实很难修。提前放魔术棒吧，把魔术棒放到板间卡位置。对，对，出其不意，说不定能断个距。对他还是砸头，对，万一侧身打到你本体就震慑了。对，那就把阿策的，我觉得自愈真不能交吧，主要交了太危险了。密码机停滞了，卡梦从大房摸完之后再去修角落的密码机会需要时间嘛？是，而且现在说实话，阿鲁夫就可以把卡梦打残再决定挂人，或者说现在这波他先挂上，因为机械那边已经救不了了，我往卡梦那边逼。对，那机械必须修机，而机械又是个半状态，他现在又不好修，而且他可以扛压，疲于奔命了。如果能废掉这个，哇，砸头没砸到，闪现直接进了，前锋才来把人救下来，但是这里机械师他是吃了钻的，而且没有回光返照，自也比较慢。再把卡梦打残，但是卡梦手里的飞轮还有6秒钟，他来不及呀！那这样掉状态的话，这个局很难打了。彻底控住了这个场。是的。我们说现在其实卡梦也很难顶住，以及阿策那边他不好修的，得看这个气囊能不能把这个距给断掉啊！但是这个位置比较空。哎，这个气囊很有讲究，是断掉了。但是下一个2阶距应该是顶不太住。对，这边已经有点空地了。只是一个短板，还有机会，还有一个气囊。来不及，来不及，太快了。是这个点位确实。2个人在抢，可以不挂，因为知道你是上了钻的，而且有切了个插眼，底牌已经切了。 2个人也有点来不及，这2个人修的得多慢呀！一个全是残的机械，一个前锋，而且现在的一个恐慌恶化是拉满的。对对对，这个起来的速度非常慢。以小丑他过来的一个位移的话，马上就拉近身位了。是的，倒是有飞轮可以稍微看到了脚印，规避了，主要是没有意义。哇，一个临阵板。 但这另一边还是要倒哦，换血刀。那卡梦他没办法呀，他就在脸上，去摸人也不是，破音也不是的。对，而且2个人都没有携带红光返照，他的自愈速度实在太慢了。对，感觉这把要冲着一个4抓去了。是的。还在博弈这个破窗，因为其实球生也不敢能翻烂的，他不能一直在这儿。他没有规避到。对。 阿洛夫，不过现在3个人的
绝处逢生都还在，是的所以是留有一线生机的。对，如果想跑一个还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有无限距，阿勒夫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而且有窥视者的情况下，你自愈太慢了。主要他也很清楚你的位置。对。 阿策那边2个人挂了，在无限区去找这个火灾调查员，那火灾调查员得拖到2个1挂的人挂飞以后才有机会走地窖，而且是刚自愈起来，是能锁定位置的。对，这已经看到阿策了，他手里只有一个气囊。啊，这个气囊躲住了，没视野也能躲，在这里一个控制震慑，还了一个4抓，那第4回合是还了一个7比2。 虽然还有一个8比1的，对，这样的配合才能把密码机拉出来。对，这张地图挺小，要配合的话也是可以的。对，就比如说来到哭泣小手周围去一个火箭，稍微带着转一波点，或者小说家过来。前期真的还是要看幻灯是自己做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牵制，再去找队友。因为你找的太早的话呢，密码机绝对不够，而且大家会掉很多状态。对，那其实就是跟第4回合一样，先交这个。 看一下开局，他是不应该按照你们的 B 走位，B 走位。但是如果开局直接 B 走位，再掉头抓幻灯就抓不到了。应该是直接就追这边了。他其实可能你不抓哭丑的话，他会过来配合，但你抓了他，没有人能跟他打配合。提前拉火箭，避免被打断。抓小说还是抓？就抓哭丑了，这是唯一的硬性 OB 位嘛？对对对，只有他能干扰到你的一个化人啊。有机会上2段。 而且你抓他是一定能堵到他的化险为天赋的。对，只差一颗干冰了。现在这个火箭是有点续不上，而且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太多交道具的一个时机。是的，这边可能要考虑踩板的时候要不要有一个火箭转走，但是如果你要交火箭，可能又移形跟进了。 而且远程有可能双重机体抽下来，因为你一个拉火箭状态，一个小加一段可以，但2段都规避掉了。这波是哭泣小手完全操作到了，一起掏脸上，这一波绕场先锋拿到第1刀，分人解锁跟进，那标记也上得很快啊。再回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他的下一个火箭还能有机会续出来。这波牵制很成功。是的，主要还是躲掉了第2波的一个双重惊喜吧。 再看一下，上到一下，哎，被打断了！哇，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很难受了。烫到了，不过双重惊喜2段也交了，就看这个空中飞人过来绕场谢幕能不能拿到刀。抽一刀没抽到，过板刀直接拿刀。其实这个牵制时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问题在于击倒的是一个整个局内最好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一手 OB 位。对对对，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把这个哭手保活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外面画线唯一是够的，但是你哭手没有道具的话，后面只能被喧嚣一直针对。对，可能会一直黏着你啊，看能不能让小说家过来操作一下。哎，这里有个换位套话，不能让他换到太舒服。对，不能让他无伤。真的。 换位砸头啊，还是做到了，而且要陪跑，我觉得这一波得陪跑。对对对，你至少得拖到另外有一个队友开掉。陪倒角落去了，应该是想把这个人皇修亮吗？想直接说打一个密码机能4人开门战，但是会很勉强，这样子来回换位的时间耽误太多了。而且人皇那台密码机也没有人在修啊。换位了，是让飞行家交背包去多抢一会，然后一会是什么化险为夷，直接套了以后再把这台修亮。30差的其实是外面的2台，他不用急着抢，他把这个淘汰进度压住，差的是那台40的。对。他只要卡血线卡到最死，套过化险为夷，让40的多修一修。空中飞人过来给到压力，在这边交出悬停。 但是悬停的位置还可以，应该是能套上好因为他不能太早过来，他要尽量把这个人给拖一拖。这个淘汰进度其实还是充裕的。对，吃一刀就。对，有幻灯师，他能给少的那台密码机多修一点，那进度的话就非常接近了。对，而且他倒地的是小门，他可以卡。有机会吗？好像差一些。 是想直接点大门冲，但是有 UB， 对，而且不太够。对呀，有移形啊，就还是差4%的密码。对，那亮了也很难抢大门走啊，只能说去拉扯一下。但是喧嚣但是有个筋骨投影，他点的快，速度比较快。这边移形只能移到红毯附近。对，但是有一个人他会慢一点，他是在小推，他在小推附近的。贴过来，能拦住吗？先用干冰不敢点了，很细节。
哎呦，反接击倒，但他还是要点，还是要点，一定要打这个门了，不能2个标记了，再来一个标记，2个人倒在门后，门是开了，直接冲。他拖队友把他摸起来，但他其实不能真的走，他不能真的走。得看这边小说家能不能操作一下了。对，感觉只差一个烟火了，飞轮直接挂吗？可以挂呀，已经确定是2个套过化险为夷的人了。对，必须得争3跑，得来拼双重惊喜远程没抽到。但是现在挽留期间的话，他又不敢来硬扯，因为喧嚣手椅太强了。对，大家身上标记都还在啊。这个换灯是做不过挽留的，是只能换命。对，只能换命。这边要来，小柔家想吸个影月过来，像第一波救人一样去砸头，扯下来了。打搜吧，这波救人还挺赚，但是搜把这里没道具了。再过来，先把渊皮的技能逼了，不然就得倒。隐喻能吸出来吗？好像会差一些，差一点点。直接倒。但他在挽留完成之前，结束之前他又不能，对吧？对，很难受。如果他交也不行了，就会很难受。对，他把隐喻交了也不行，因为他很难再吸出来第2次了。虽然换的是没救过人，但是你这波2选1，你只能救1个。这波还可以再往远搬。这个地方是绝对走不了大门的。是，没道具啊。但是必须争3啊，必须拼啊。已经很难了，因为现在2个半状态，即使你把这个挽留拖过了，但还是一刀倒的一个状态。吸引一下，姑姑得自保了，得走。但是年景说我就找你了，那我就在到木屋的话会有一个地下室的。对啊，那这样你一直往这边走，木屋是有地下室的。甚至说都不用挂地下室了，挂到小队就够了。是的，是挂回来吧。在这儿已经是很移形是好的，怎么走啊？换位砸头，但是逼了出来。对，主要是。换灯是他起不来呀，他刚被放下来，而且完全不着急，先把你小周家处理倒地也行。他一颗干冰，要倒了，先不击倒。对，另外一边人也摸不起来。再挂换灯。索把他也没有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啊。对，虽然说挽留时间结束，但是他是个半状态。对，以及换灯是他这个2挂了。你或许能救，但是你救的都是要被续节奏的，等于白救。就是你救完了，甚至这波救不了了。对，完成又一个4抓，5局打了足足4局4抓。对，恭喜吉亚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成功挺进了我们的4强。恭喜吉亚。对。也是提前准备好这一手去进行一个摇摆。是的，而且这一把是 BO5啊，我把这个班位省一下。对，那跛脚羊接下来会稳稳的吃对面的一个主动班。没错，而且你一直一样的牌。这一局的话，反正守木跟木他们是可以去带换为一个压的嘛，就看调试有没有了。对，如果调试假想敌是跛脚羊，他有可能是飞轮加搏命。没错，没错。看一下前期的一个追击选择了。没错。先把伊森招出来，毕竟他其实最好追的人离他最远嘛。是。好，直接找守墓人，这是艾维这角色经常的一个打法。对，有存在感。而且也算好追。对。有的时候追击倒了，基本就2阶了。没错没错。收益比较高，因为守墓人肯定有化险为夷嘛。对。吞化险为夷。那伊森去干扰本体，继续追守墓人。这个平地应该是要开征战，不然要给存在感呢。这里已经是来到60以上了，感觉很危险。没错，那下波伊森在船下要尝试一下吗？是，看一下14人这边能不能预判到他的一个视角朝向。来了，像能喷到吗？一组本相，有角度啊，还想接本体喷，再喷一波，还能带40度。下一波的一个技术可能会直接被击倒啊。没错，而且闪现马上就好了，那这个击倒速度非常快。其实他这把的话，目标应该是吃闪现了，但是大概率是吃不出来的。对，落这下铲子，不能交了会被喷出来。走空地是很难躲的。是的，而且对于这个弓箭手的血脉压制嘛，没有办法进行一个 OB。是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局势监卫的优势很大，闪现没交，密码机加起来才2台。是的，卡住了海边木屋这边90的进度啊，只能让花瓷这边来救嘛，给我化险为夷。是的，那化险为救完之后再补这台密码机，只能这样打了。对，想多拖一拖，但是这个位置好像要逼的救人了，要被逼救了。有路易，比
经变了一次身，是，也再变一次。这里的话还不想给到一个2-6的机会，又打断了，打针对，留下来，漂亮，针对到了。而且木偶师其实现在很危险啊，是，他也不是很敢去主动修机，还差点存在感就2阶了。这个人的话，你第2波的一个救援，因为调香师是没有化险为夷，他本身自己带了一个嘛，这个2阶有可能给到啊，对，很难去保护他。他不打，想节省一点点时间，因为下波救人过来，我还是能开刀，我还是会有一个2阶。对他来讲区别其实不大嘛，因为这个人如果说你选择卖掉，我也能自动开2阶。是的，剩下的地窖现在两边应该都看到了，透视一下看看谁怪救。奈奈这个位置有点点的直接交闪，就直接传对一个2阶，一个逃骗有利用2阶去拿这个侵蚀度。是的。思路非常清晰啊！这边拿了个龙骨弓，那这个预判出来了，非常漂亮，太漂亮了！这下对于这个艾维这个角色的理解很深啊，是的，非同小可。绝逼就这样，你剩下来这边的侵蚀度他就会给的很满了。而且他由于2波救人节奏其实都算比较快，这个密码机进度是不够，差很多的。一般来讲，第一个人放飞是只差1台，但这把的话是将近1台半的一个进度。没错。也是阿西子这边的机会，而且状态不好，2个半状态落地就能，不过这一波连2阶也倒还好，他是要消耗一下这里的道具，而且把你从密码机这边赶走，然后伊森去找下一波，下一波我的2阶就好了。他可以同时去驱赶2侧的一个密码机嘛？小杰密码机也是在小船一直在破1，已经是90了。没错，这里落地是2阶的52，想喷断没有去交，这里给到了92。那这一刀应该是暂时拿不到，赶紧出去赶。对，现在需要稍微拉扯一下，他可能需要拖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时间。而求生者这里呢，其实他们的状态都是比较危险的，没错，调香师能稍微扛压。不过2楼密码就管不了了，太远了。是2楼那台肯定是能亮的，外面主要是外面这边这3台密码机能不能亮，他得想办法击倒才行。是，而且现在想要拖出自己的闪现，我就算被你拖到一个开门战，我也要拿自己的闪现。这里看能不能喷满调香师的一个进度。是，要稍微控制一下本体的方向了。被骗回去了。这个花瓷很灵性，但结尾的2阶还是保留着的。我知道你要骗，我先过去卡你，先下波2阶落地。想落地秒调香，调香师香水放得很及时，没有问题。还是拿不到这一刀，没错。消耗香水其实对于监管来讲还是没那么赚的，稍微会有点小亏。因为开门战香水作用没那么大嘛。是的。这把开门战肯定是有的，监管者的闪现也能拖出来。想再拉回小船的方向，还是想要去拿调香师的机会。密码机90的。他现在的话，等闪现好了，差不多就可以去铺垫开门战了。对，主要90的密码机不能放，外面是压了一台整机的。现在是不会变身的，对，我就等着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这样是满状态，没错，扛的机会能扛的时间。想卡一个2阶，直接交闪了。这个时候想打一个时间差，但调香师那边应该能强开啊。对你这波强开不管了，交闪只能挂，不然亏麻了。对他不仅能够去强亮密码机，而且他可以选择来救援，而远端的弓箭手他是可以安全压击的。是的，那这个闪现是很难拖出来的，开门战挽留结束，闪现都不一定能好。而且大门的方向它是很难去控住的。对，伊森太远了，想打一波手椅吗？卡格利这一波的一个决策稍微会有点太激进了。对的，闪现一交，其实求生者现在就可以慢慢拖你的挽留。是这里在消伏笔，防止你后期在对，先把陶片给清了。有回光返照，不怕的。对，他们都还卡半了。卡格利可能要再去拖一拖，但是求生者不会给你太长的一个时间。直接亮是最好。亮了，因为王师还是有瓶香水，状态就很满。走直线，但是没有机会去交出来回速那一下。他回速那一下那几秒也不够，因为监管者挽留的还是能把他击倒。那这样的话，弓箭手离门还有一定的距离，对于监管来讲，这把争胜的一个面很大。对，求生者现在走一个吧。中场卡个人走一个，莫师可能会选择去卖自己保护一下弓箭手了。没错，因为伊森这边赶不过去了，所以莫师过来跟监管爆了，无所谓的。但卡什也一直在骗，想盖卡住位置，卡住打一刀，还好是打到路易身上，但是花瓷身上的一个侵蚀度以及距离的话是有点太难走了，这个距离走不了上的，能追上。而且弓箭手的话你也不太好出来去帮忙。
对，因为你一旦出来，他一次人就可以直接附身他了，等于大门多个逃片。是的，是的。现在奈奈想找角度，但是还是算了吧，扛不住啊。这里的走话吧，二阶好了，自己如果说站在太远的位置，也是有被留下来的风险的。只能相信队友了。湖景村嘛，湖景村求着跑一个，我觉得能接受吧。走一个的话也可以嘛。是的，那对阿克奇子来说呢？哎，我拿下3抓，队友如果能保平呢，我第一把5比3能拿下。是的。像我觉得这一波3抓跟刚刚的那个亮机有点关系，你亮机思路上有一些不约而同。对，第一局都是不使用羊。那么湖景村这张地图，虽然说割据好打，但是这个阵容可能克他。对，没有。包括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的表现，然后 MRC 今天的表现呢，也是求稳为主。对，没错，毕竟是 BO5啊。主要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8强角逐了嘛。上来直接就是说是去往大船啊，抓住术师。对，这个选点的话，就摆明了是一个大船的 solo 开局。对，正常的追击路线。反走自断自己的隐跃，失误了这一下。他是预判，他是觉得对面会从这边楼梯。对，预判咒师反走。他这个回速没有去交，还是不太确定球里的位置。跳了下来。那这里就直接逼出大船。逼出大船很正常，因为你的一个16，但是这里砸。哦呦，抽到了极限，白鹿其实很细节，他故意站在那等了一会儿，因为他也认为你会使用电砸这么一波。对，小天赋上应该是有一些抗性啊。是。这一刀还是非常的极限的。是的，那这样子不太好牵制了，最差对简婉来说就闪现击倒，看能不能省掉这个闪现了。对，看能不能省。他这个博弈确实是给到太大的压力了。没错，宙斯来讲的话很危险，差一点点，在博板。那要吃闪现了，对，只能交闪了。飞轮，这个飞轮怎么说？哇，白鹿直接闪都不考虑你飞不飞轮的。我都担心这个距离他容易撞墙，你太果断了。这边是不让你求者有反应空间的，割据的刀以快制零嘛。那目前密码机2台。对，现在手上有飞轮2层咒像，其实不太够24牵制。对，但对于球商来讲，他们是好消息，有双搏命，而且宙斯这角色绕过去了。有回速，但不能被无伤。对。看看能不能搏个震慑，能多谈点状态吗？打针对，怕被牵制，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让木偶贴过来了，你没办法摊到更多的伤害嘛。但他这个手椅也等于没有太多的东西嘛。对于求生来讲的话，他们双化险为1其实也是能够去拉扯的。是对的。就看白鹿他能不能快速的去减员这个咒师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第2波节奏的衔接。是倒在中场，让大副再过来给个化险为夷，再拖点时间。对，下波就倒海滩，然后中场密码机就可以去补了。这里已经提前选择把技能切成传送了。准备打拉扯。一直攒不出来这3层，你要是能攒出来3层，但是好像这个排人是有角度，大副就在脸上，可惜歪脸歪了，有回速能补还行。通过摇怀表也知道了大副的位置。但不能给无伤救啊，他必须得残啊，不然下波没有突破口了。是的，对的。看看能不能打到白鹿。这刀咬了下来，硬弹。但这样也同时给到了咒术有个牵制的机会。是这样的话是很有可能被36的。大门的这个位置还是能够去操作的。对，就看他的咒像能不能吸出来。那样的话，现在还有只差1/3机会。你想办法断一次隐跃，回速逼个小猴，那还行。断得了隐跃，反口不翻，好冷静的博弈，好冷静，用了。但是白鹿更冷静。对，主要是他刚才板台已经交过了，进不了这边1板1穿的窗区。没错，是的，最后有点伤。手上已经切了传送。这白鹿很细节，他是用残影把这个窗区给卡住了。对的，这个时候要考虑大副的位置了，要把他最后一个怀表给逼出来，要消耗道具打状态。对的。怀表一旦用了，到时候开门战我就可以拿做针对了。对，能找到吗？哇，白鹿，真的假的？这嗅觉，真的假的？我好像感觉到了呢，感觉到了，差一些，方向是对的。对，再往前走2波，其实就看到了。对，可惜了。他这个第6感其实真的有点可怕的。没错，因为他是没有任何信息知道求生往这个方向走的，要不然打红夫人的。没错没错，不过大副也知道他找我是提前往苞米地跑。找到这把就不好打了，回速贴脸，不管魔术棒。术师这里还是比较能牵制的。哎呦，侧刀，这个侧刀打得好啊！侧刀，故意的。哇，这种细节也能够去开发出来，再交传送。那这样子状态都掉了，大副是压力非常大。是的，大副得补状态去，得要跟魔术补状态。他这里连交2路也不一定能活。
他要拖到他们两个人把这个状态补好，而且还要拖到他们能跑到中场来。是的，要不然中间一旦拦截了，你大副其实位置也很尴尬。点上这个双板区能稍微博弈一下，但是还是有风险。下一刀就倒敢翻吗了，不敢翻。哇，白鹿这个博弈，不过另外一边打算用怀表救，所以不补状态了，不然密码机不够。但是这个距离你怀表也有救不下来的风险啊。监王现在他既能够去守击，也可以去拦截。对，监王者可以不守这个野，如果能找到人的，哎，这盘的位置很恐怖啊，知道对面的想法，有点恐怖。啊，还是回速求稳了，怕自己排错了。对，求稳了，犹豫了。他其实相信自己的直觉都是准的。对。但怀疑自己了，因为上一波没有排到。那这样大副应该能摸到海边木来交一个怀表。是的，不过压的密码机离门口比较远，这把开门战拉扯是有机会的，而且拉扯了。开门战的话，莫我师是一定过半，大副是肯定没有表。是的，传送时间其实也能拖好。争胜面太大。哎，来了，能打掉吗？白鹿还是可以。这刀就打到了，可就救不下来了。大副这时候就要求稳，打中就救不下来。这一段一个了，有点可惜。但第二波怀表没摇到，第三段聊骗，把他打飞是可以的。再躲，再尝试躲这个第三段，打了，第三段还是摇到了，摇到没办法，对对对，是，没打到，刀骗的很好。哎呦，就来再开，这样同时分开嘛，一边去点小门，一边去点大门，是为了走一个。是这一把的话，跑一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还是有平局希望的，就看莫我师能牵制多久了。是，看他能牵制多久。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入野机会，可以再回到海边牵制，不能牵制到大门，是没有处理的。这要倒了，这个位置不太可能牵制。没错。哎呦，还行还行。同时两边门口都没点，想骗传送。求生现在最稳的方法就是等你交完传送之后，我再点门，保证自己能走一个。那如果白鹿不传送，如果我直接走到大门啊，传上门了，而且他没有回速，那有平局机会啊！哎，大门是能开的，这里是有地窖，两个人都有魔术棒的。是的，能找到塔口，但是他有机会走。这个位置，大门已经开了，也是能找到，已经找到了，找到了。大副有但是魔术棒在往这边走了，翻这船给击2秒1秒走了，跳了！天哪！保了一个，中心的只有1声。哇，这把最好还是在起点站的一个方向吧。没错，这个时候就看教练了。对，看教练怎么猜拳了。对，我赌中了，我这把开局就有优势。我要是赌不中，那就是你开局有优势。对，我赌到了最好，没赌到我就跟你闭换 solo。对，我跟你闭换 solo 也是个平局起的节奏啊。把你这个医生当成一个不白板。你要是选择起点，你要是没能赌到，他还是个并换，那到时候再加上。好，中间站台这边的一个单人挑战了。并换他也是带了双弹去防的。是的。留了个残影，想骗他钩爪。小迪这是把车直接开到2站了。他这个密码机被锁了。追击的话还是有一定牵制攻势的。回速那可以交钩锁了。对的。哎，这个距离这一圈有拿刀的机会啊。有个博板的机会。花瓷是故意的，没有飞下去啊。是的，坐在站台上。看这波博板呢？脚滑了。断影呢？交板弹再交钩吗？可以。这个位置是没有回速的。只能等下一波的一个冲刺了。这交钩离的位置很远啊。现在就计算这闪现时间其实就行了。对的。前期50秒的话也是无伤。对。再交钩。交钩。哎呦，很聪明，这波很聪明，非常老练，他的变换非常老练。是的。一行。哦，没打成功，一个小晃身走位，自己又钻回来了。专门卡克利这里想要提前去拦截华慈的转点，还好误打误撞，这边还是在板子这边拦截。但他这一波相当伤啊，他的技能交完之后过了很久才去拿到第一刀。是的。那接下来心跳反射拉走，还有个板波的机会。这里有个单板，这个单板的话你不踩我还能再转一会儿。是的，现在还没有好，有反弹，反弹还在，反弹能拉开吗？没能拉开，被骗了。是。也有个2台半，快将近。这个密码机还可以了，我觉得已经很合格了，打的溜得很好了，因为监管交技能了嘛。对。对于球生来讲，他们这把是有很大的一个保平的机会的。这边运气不是很好啊，通缉到佣兵。没错。但还好吧，有道具，多交一个护肘呗。对，护腕的佣兵也不是很怕被拦截。想要多卡点时间。好在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还有个10秒左右呢。像球人这种阵容的话，他们的一个总体思路基本上就是奔着平局打。没错。这边往外走，为了让自己的护腕能省一截。这
这里再继续追击，其实他想没有什么牵制吗？就没有导要线哎呦，但是这一波回溯是哎，好像还真能活出化险为夷时间，能对活到吗？ 5秒吗？没打到，没打到，那只能在这个单双绕还能玩？这里拖1秒赚1秒啊！翻了过来，打到也行这个对面也可以，多拖了个5、6秒。对，结果者还要翻过去呢。是，那算他这几秒时间，等于是化险为30秒了。对，而且还有挂人的时间嘛。对，游民再次被摸好，再过来接着卡人。他这样的话，把游民补满状态，还可以再救一波。那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其实是等你放飞了，也差不多能压好了。嗯，最后才没摸上，是的，等他救了就摸上了。现在的话肯定准备去修第5台嘛。对，但是小迪这里好像不打算修机，想要来陪跑不来陪跑，好激进啊！陪跑的话可能逼他底牌切闪。这个打法的话会有点危险的。如果失误了没扛到，或者小迪倒了被双挂，那就完蛋了。是的，不能出事。也得扛刀。哎呦，差一点点。哇，两个人都在扛。那这里是没有板区的，只能给一个卡位，2个人一前一后。佣兵也来了，我的天！必闪的，我觉得这波必闪。再往站台上面走，你得交技能去处理。这一波往外面走吗？往外面走，他今晚有个机会。转一个，哎呦，卡住了，卡住了，交了1赢。但这个板子被踩掉了，可惜医生没能来得及。没办法，因为你不交技能确实处理不了，但交技能求着也活不掉。是的。不过求者也能接受吧，密码机差1台，但是你技能交了，太能接受了。佣兵护腕没用过呀。对，最后的密码机太远了，接下来如果你要死追的话，对面密码机一定能亮。是，他们这样打的话，也是断绝了凯莉最后去拉扯空场的一个机会啊。是的，他们打的太灵活了。嗯，再加上医生他扛刀是无责的嘛。对，没有成本的扛刀。你现在还解决不了医生，想控场控吗？那在起点呢？但是小迪他那边起心机了，早就起了，是拖自己的技能，但是他这波控场的收益的话会很少。地窖还是在鬼屋后，我们过来找他，我觉得挺危险的。是，而且我们上帝视角，我们知道他传送肯定好，他移星肯定好不了。对，在你这个技能好之前，他这个密码技能压好，是的，而且满道具气瓶。对，他这里吃一刀，其实密码技能等于压好了，对，吃震慑就行。是，出了震慑，吹一下保个状态。对，然后车还在2站，想先牵制一下先，再等。应该等击倒看门站再考虑去上这个车吧。是的，这样子没贴门了。哦，亮了，门贴了。对，传送来不及。然后现在有飞轮。就看操作，这把肯定是平起了，也开了个云，就看这个云用的怎么样了，能不能上得了车。而且地窖就在鬼板，不过稍微有点远了。有回速啊，但是上不了车，还是上不了中间。这位置有可能倒。有一个飞轮的机会，滑板滑过去了，没有弹射。但道具太久了，偏离的，好偏，还能博板。这板子拍下来有道具，能再次使用。怎么说？让他一定要冲！怎么说？能来得及吗？完了，追走了！一个追上了，必移行，只能移行了。没办法，有移行在，还是走不掉。是的，追上这一刀好险啊！拉满了，拉满了，奈奈。哇，太秀了！如果说这个移行没有拖好的话，他甚至于说有走地窖的一个，你真敢放？但是我真不拿。对。他们肯定考虑到后面的问题了。哇，你这两边玩兵法的，你受得了啊？对。这个有那么一些策略在里面吧，对于他们来说，双方还稍微去拉扯了一下。选艾维的话，肯定是从角色的让监控者找到机会。这个好像见过这个曲选，对，这个曲选对于打艾维来说，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对他少干扰密码机，对，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多被干扰，所以这个选点也算是今天第2次见了，我第2次见了。一样的，把伊森人先招出来，去往3站，先把人赶走。开局尽可能干扰密码机嘛。是。拉拉跟古董商2选1。这把追肯定会追古董商的。好，落一组本下底交。哎，59的一个签约度。是的。那这是医生去找其他的干扰。感觉那样的话，他的牵制艾维还是很有经验的。看到了，多看了2眼。60以上的签约度。道长斩杀线了，有机会。能喷到吗？他这边的话，2秒钟时间，1秒，一个伊森的喷来了，哎呦，中了！他就是利用一个拐角，你肯定要回头看一下的。是的，没错。这个车不开，卡的是非常好啊。想等，不开了，这车怕出事儿。但是监控者也可以先等闪现，这样就不给你一个坐车的身位了。没错，你刚刚不做，现在才想做的话，你就做不了喽。没错。闪现马上好了，还有4秒。
他这里也不着急嘛，艺术本相也没有喷到。那下波精神技术还差个几秒，3秒。是的，好，落了。回头打分没打成功，他没有炫耀到失误了，这波致命失误。这击倒速度可快啊！是的，第一时间没有去打晕，那么第二时间经过艺术本相这密码机才1台半，手上还有闪现。是的，而且艺术本相我可以先按再传的。这击倒他不好打的确实很快。这个野人的侵蚀度也有点满80，你现在80掉不了。对。而且他只能骑猪了，我觉得他是的，他干不了别的，因为监管者一旦拦他一刀，他救不了的。对，鬼屋2台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其实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是的，而且换人来这边是有个化险为夷，所以他可以救。他先亮了之后再赶过来，不敢让野人来，野人来的话很容易出现就是说是对侵蚀度太高或者说是打成一个 AUA。香水。艺术本相在艺术本相还是有一些盾没了，再放。哎，这个血型有点出来了，震慑了，去震慑白鹿。这样的震慑给到求生者雪上加霜啊！压力太大了，这不救人。这就是我们的年度震慑大师啊！跟你开玩笑，刚刚领完奖，跟你开玩笑的。这里还有闪现。他刚才那个精彩 PV 里面就有艾维震慑手椅的一个说法。对，那接下来还能搏打成对吗？直接喷满，给打到野人，但是打到野人了，不过没有关系，有没有闪现？下波技能技术可以直接击倒。没错，古董商的一个2流空间是基本没有，没有，基本没有了。想贪吗？能闪他吗？哎呦，闪现都没用。但是14人这边跟不上了，还可以先挂人，太舒服了。哇，再交个闪现，你的绝中锋真没了。对，莫德比把自愈给交了，那这样的话，他甚至可以先不管这个古董商，可以先去处理野人跟调香师了。是的，但这个闪现交了下部古董商，可能得要看情况，我就放他去破译了，我打手里。我99，再进行技术满了，是满。那远端还是有一个逃骗的，逃骗，这个逃骗距离人不好救，还是能救一下，交2速度太快了，还行。是的，全残，现在岩只能交自愈。再把伊森拉回来，4个人都是一个半状态，非常危险。大队员这里要陪着叠基地吗？但是这里好像已经拉远了。他不打算叠了，觉得活不了。100，但是香水是放不出来的。带倒地。天哪！调香师也要再度上挂了。这谁能救得活啊？2个人是当面去补状态的，人再过去找。对监管人来讲，顺手就可以去干扰你了呀。是。他想强行摸好，但是来我感觉摸不满了，摸不满落了。不过2级差一点点。 2个人都在脸上。是的，岩气猪这边想平地追，另外一个有飞轮，这时候可以回去手椅，再想回头，而这波是落地是有2阶的，精神技术救下落地2阶，哎，传错了，不过没有关系，落歪了一下，节奏还是好的，只是本来说能，哎，这2个人补状态，把野人也补好了，哎呦，这下亏了，哎呦，这节奏丢的太多了，这个丢太多了，但还好，传歪了，其实肯定不够，而且这边调试也是一个上挂飞，是，没错，先稳一波嘛，刚才这波太乱了，对。 杀红眼了，感觉。哎，抽刀没抽到。但这里双喷他能倒，双喷能击倒。看他母老匹这边预判的人的一个双喷怎么用了？哇，母老匹这边预判的很好啊！哇，躲掉了，是的，牵制啊！就没看你监管者，我猜到你在哪里了。不过没有关系，还能击倒。是。这里的话先减员。古董商现在不能出现啊！古董商现在出现，他也是个挂飞。没错，而且状态是不满的，他又不敢摸，摸一旦被逮捕，2个人在脸上还是倒。他现在很怕，后视这里也不想给到机会。这波没有看到。现在最危险的就是酿了，他虽然说在最远的一个位置，但是他半状态，而且上过挂。监管者可以慢慢找，想找拉队员。哇，满了！看密码机也知道古董商的位置了，意思可以往古董商那边靠。是的，现在如果说是要求稳14秒，等闪现好就行。对，闪现落，除非闪现空了。对。 就看酿怎么躲了，因为他有飞轮能操作。对，既能消耗道具，又能够去准备第2波。是的，这一波对于阿克西来说最危险的一波来了。杨老师一定要操作这个闪现的，但是他这里的一个视角是不好去预判的呀。有飞轮要预判一波吗？然后有下面江直接飞轮在预判，压力太大了，击倒挂飞的。是的，毕竟是隔着墙，你不好猜得出他到底会不会闪现。他没错，盲视野去预判，但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我有太多的容错去抓你这波机会了。我不急，你不飞轮我不闪。对呀，第2个人现在也挂飞了，我慢慢出去找。你拉队员现在是个半状态，你敢碰密码机吗？这剩下的话就是监管者的一个狩猎时刻了。再传过来，侵蚀度现在就是58，野人现在在外边修，你只能就是说是亮一台遗产，你还有一台遗产需要跑过去再需要修。没错。这一局的话，
确实是展现了一种压倒性的一个。飞轮好了，短板博弈有飞轮，顶了墙了。白鹿非常聪明啊。是的，阿斗这边的操作也给到了失误。主要打艾维你不敢看嘛，还是归功于那一波救人的一个震慑嘛。是的，太关键了那波，捕捉到了这边求生者救人的一个压力。是的，想牵起来。如果说调香师他其实不贪的话，震慑刀也能救下来，但是就是你不想吃震慑的一个心理被他给拿捏住了，把握住了。对对，野人现在有点尴尬呀，你这猪下来我就直接附身过来逃骗，抓你的刀了。是的，就等你怎么办呢？等你下车嘛。是啊，下车我来接你。好，精神寄宿，车到站了，过来侵蚀度直接就是60多。伊森喷一口一刀。这时候伊斯恩得往拉拉队员那边赶。而且野人他是已经教过这个绝红生的。是对的。再给你击倒了之后，我就耐心的去抓这个拉拉队员就行了。对。而且野人的猪现在还有10多秒，上是有机会上的。你上了其实就给你上，无所谓。对。那就等你拉拉队员，你敢碰密码机，我就直接接着再抓你。没错。左一个右一个嘛。是。他闪现现在还有个40多秒，完全能拖得起。倒角落了，倒角落然后再去猪。他是给自己上猪的一个空间。是的。对，但是没什么用啊。对角线。我在，因为你上猪的一个次数很多了嘛，时间疲劳25秒只有。对，这样子打白鹿我就拖得起啊，我慢慢拖就行了呀。没错。我给你击倒了，如果说是你拉拉队员这边是一个倒地飞，那我就可以先给你挂上还魂之翼，我再去找他，因为他闪现要好了。已经没有人能去修机了嘛，所以对于姜人来讲已经是稳操胜券了。又下车了，但这距离有追猎，还是要倒，还要倒地，而且他倒的话，拉队员这边还得想办法起。对他不起不行。没有自愈的一个野人。好，管野人。这个位置精神寄宿落，闪现还有4秒，怎么牵制呢？还得提前去交花球啊，不然要被闪现给击倒了。没错，想坐车，没车呀！啊，记错了吗？他这里的话想玩这个窗户，他可能想闪现落地刀，拿下了一波4抓。天哪！我其实前面我还有点担心白鹿状态不好，但是这一把哇，那个震慑，那个博弈，状态不好，开玩笑，开玩笑，状态巨好。那看阿克西接下来怎么办了？因为目前前面是5比3的优势嘛，没错，现在是还那个7比2。以目前的角度来看呢，MRC 的优势有但不大，3分小积分，大局1比1平呢。对，就想起一句话，叫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白鹿也是顺利拿下这波4抓，展现出来他的一手艾维熟练度。没错。说这个阵容，我可以去挑选的人会多一些。反正他可以打爆发，你爆发拿了一刀，他要正常的一种走向就是走玩具上的这个跳板，跳板上了2楼，那你这个移情就要移得刚刚好，移到2楼的窗户，我击好这边的玩具商的跳板了。对，就怕跳板。是的，这个跳板真能断他一波大节奏。是的，上线的话还是闪现更好。对，感觉聊的回忆他其实很容易。想先去中场，但是应该是不想起追的，想找跳板，先赶一下。这里肯定要稍微囤一下丝嘛。对，不是说我直接去抓你。花刺也很稳，我就直接上楼，我不给到你任何追击的可能，也不给到你踩我跳板的可能。反而是大防就直接头铁修了。是的，敢追的话我就起6。拉队员直接去往角落走就好了。拉队员，哎，怎么往回走了？想藏，但是藏到一半又选择不藏了。被走了个正着啊，这很亏啊。但是先不交丝，这个位置没有刀，我先跟着踩板先。对，你不这波牵制一圈，直接去找这个跳板。对，他想试探一下拉队员带了，要踩跳板了，这时候带了天赋没有弹射，他想要再摊一下这刀。他想摊刀吗？这波可以先去踩跳板，再把玩具商往大防压。他只能这样打，不能管拉拉队员。是的，这跳板一定不能让他踩。主要你不先踩的话，第2时间他花球就上2楼了嘛。是的，这时候也跑开。他这把的走不远是闪现，不是移形，所以说没有那么好去处理的。你这波跳板踩完了之后，玩具商现在只能再阶梯过来，再给你放第2块跳板。这感觉拉队员这边是稍微有点给机会了，因为当时去踩跳板的话，他加速估计都得用。哎，但是他没加上步了，断了，只能交闪。这节奏那得要跳板，这跳板不交不行了。跳板已经放了，对，那跳板交了，是能上。玩具商现在你小心了。追玩具商吧，得换。他不想换，他不想换，朱子全嫁给他吗？是来得及吗？
有点极限，来得及，割手刀！哇，没办法，这个丝他没有失误。是的，他这步失误了，下步空之枪等着他，这把怎么打？打不了。这蛛丝用的太帅了，旁边还是个地下室，但这个地下室其实还是可以挂1楼，没必要挂地下室。有拉队员他是没有窗台的嘛？哇，这有硬挂吗？有强行，队友在下面等着。小迪已经等好了。哇，这太有灵性，但是通缉的话是有点不给这面子，个出来了，不给面子啊！是，如果说这个通缉没通缉到的，他可以在地下一直扯，一直扯。是的，这个枪不能先开，哎呦，完了，只能开了，只能开了。主要空军没有，这枪还不太好开了，尴尬，只能开了。这里很危险，枪也不好交，在下面等。互相骗，这把枪的话是有被躲的风险的。不开，不开，不能开，出不去了，有人出不去，不能开，有人打，两个人都不好走啊。那边还有一段花球，这个位置交丝交花球，再来一层，得交了，不好走，跟得上吗？跟上了这一刀，他得要快一点，因为他有个飞轮，两个都倒地下室，这把死抓了。这两个人地下室求生者节奏很差呀，这个通缉价值千金啊，对，通缉太赚了。主要是空军他刚好没有化险为夷，在这个位置吃了一个通缉，出不去，两个人都走不掉。趁丝了，可以打切入刀，得等一下，打吧，这个没打，屁股得挂，这个一定能挂飞，他一直出刀吧。他蛛丝他还捡，他全交互，对，挣脱也捡的，救不了，让他摇下来也无所谓啊，拿命也得救，不救的话他们这把也是没有办法去操作的。哎，打到没有就摇下来。有机会，哇，能挂了，被挂上了。哇，这一波救人还是很稳的。是的，没事，空军还有一把枪，这把枪能成为一个转机。这个时候必须得开了，这把拉队员，是的，必须得开，必须得开，打到了军队。那这样子，空军这把枪还得开，可惜啊，还是不想开。笑笑不交了，看一下救人位。看到一刀，对于凯莉讲，这把游戏已经是一个平起，大概率能多抓的一个节奏了呀。是，因为下一波无论你怎么谁贴密码机都好，我手里没有闪现。其实第一波的时候，空军用命去给你一个解擦刀，把枪开了，保拉队员出去，我觉得可能会更好。来了追击谁也扛，就把自己卖了，因为外面两个队友都有化险为夷，还能救。虽然他如果卖自己的话，拉队员一倒，这把游戏真的有点打不了。坏了，玩具商现在其实也变成了白板啊，白板，而且他没回光返照。对，是的。那接下来看双方拉扯了。时间越久我越强啊。对，阿克利现在其实就在等自己的蛛丝，只要蛛丝这边叠上来之后，我抓谁都可以。蜘蛛的话，他很想找空军，因为空军是有一把关键道具的。对，他就想只要能吞了，基本这局就奔着3抓以上。是的，然后看到密码机了，找空军，这时候小弟得走，得走，这把枪是不能交的。对，但是如果真的逼了他没办法，他只能交。没错。而且他很尴尬，他半状态，他很怕姜文在打他，所以有可能躲丝。蜘蛛的速度太快了，那你现在救人也只能大副了。哇，这其实是预判了空军的一个走位跟提前架丝，但是没有第4层的一个加速。不过没关系，还有个3连丝，这时候不能空。这把枪的话，看怎么应用了。再交个3层，不好交，击倒，拿命去换。花瓷手上现在是摸了个护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救人最好不让他来救。出问题啊。大副能救，只能让大副来。大副能救，我看未必啊，这个距离的话很容易出事啊。你没办法，但是现在只能让大副过来扛压。主要刀也不能吃，兔也不能吃，两个都不能吃。是的。怎么救人位这么命苦啊？哇，胡锦村那局也是被拦到了，怎么这么命苦啊？有没有角度能走到你的面前呢？在躲，想躲第2段，我没躲到，摇不到了呀，摇不到。哎，这给加速，完了，哎，这蛛丝一架，完了，没摇出来，救不下来的。他想后面再摇也可以，拖着刀。爆掏，没掏出来了，就是救来，但是枪没交啊。但是大副走不了，只能卖自己了。大副可以捡枪，下步绕一下捡这把枪。要传送吗？传送就平局，传送就那个跑一个。但是他不想传，他只能去管大副，大副可以捡传了。传了，传的话那就还是一个3，还是一个3，没办法，我过来。大副直接点门应该也是能走的啊，能走，没蛛丝了，速度不够，甚至他手上还有把枪。哇，这一把3抓太秀了。其实当时他在那个以前的话，看大副现行，直接出刀应该就4了，因为他没有第4段表了，他只有3段表。第3段已经结束了。是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来不及吧，来不及。能开，没有撕了，没撕，能开。换一下，但是门开了。来不及，撕不够。那这样的话是拿下了一个3抓。丢失嘛，因为一旦丢失第4、第5局进入赛点，对方去保平，他们压力会更大。所以当前的这一分是至关重要啊。我们都在说，喧嚣这个角色这个版本没那么强势。点，那这把的小说家。
肯定要去承担这个压力。嗯，他们没有选择把大房去让给小周家，而是说让。好，进入比赛画面，先去往木屋，去往木屋找小周家的位置。像小佳他这一把的话，就直接做好前沿准备了。是的，先拉点，感觉每一把都是酿啊。对，他的位置选点就是让他过来牵制。他是这个 RC 的牵制位，专用抗压位。对，专业抗压100年。翻窗有一个预判，给到烟火。等一下第2段的一个双重惊喜的释放。哎呦，真不舒服呀！可能这个隐喻要交的比较早了。这个不能交，因为会被烫。是的。这个位置的博弈，反弹现在还没好，飞轮现在还剩下10秒。是的，他的隐喻如果这波不交就比较危险，所以选择先交。但是第一段双击是空掉了，急了这波稍微急了一点点。接下来伤害应该还是无法避免吧？对的，哇，又躲，这小轮好了，还好来，这一刀的话是没有被飞轮给消掉。对。哦，打到了，手上还有飞轮去2颗，要倒了。这隐喻也就差一点点，能不能给到机会吸到？粘土的舞台怎么说？想让这个位置有机会，再转到了，交不出来，前面是被锁技能了。那密码机倒地2台，1分20秒对于白鹿来讲完全可以接受啊。白鹿这几把追击速度都很快啊。对，看后期阿克吉这边能不能扳回来。目前的节奏对薛老师是赚的，他非常的稳定的一个追击速度。没错。看看这一波的一个救人处理吧，是让飞行家绕过来，病患在脸上去给一定的压力。就是想让人直接带走，你不要牵制了。直接悬停过来，想秒救，无伤，但是结果可以追刀，有点风险。没标记啊，这个躲会很亏啊，这样打的话。哎呦，又硬躲，拖时间，哎，闪走了有点久了。这波移形了，这个移形，但是手下有飞轮有隐喻，有点远，位置得等一下。不行，外板打不到了，到了，还要被2-6了，这波是有飞轮啊，可能会因小失大呀。白鹿这波是有那么一点点亏的，不过没有关系，飞轮了吗？还好没交被出来，握住了，没办法。那还行，赚了，我觉得小赚，是总比无伤就好。这一波如果说让他牵制起来那就很亏了，但是没有溜起来，飞轮也没有交，隐喻也没有交，那就很赚了。没错，飞行家给这个化险为夷，其实就是为了让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他直接能换一台密码机破译。这个位置就比较一念神魔了嘛，因为刚才砸板其实真的很危险。哎，病患也过来了。这是想着偷，想偷还是想保状态？保状态的一个佣兵来吸引注意力，想骗白鹿，白鹿能被骗到吗？但是上当了，上当，那还是化险为夷了，只能双惊喜。太佣兵没问题，这一波换位换，但是他走就是走到双重惊喜，还能拉一波双惊喜啊！交飞轮没有用，还有空中飞人倒了，有让谢幕粘土舞台，哎呦，膝跳反射太厉害了，没办法。是的。那接下来等下一波双重惊喜，或者是空中飞人吧。密码机的话，现在也不够嘛。对，差个粘土，这也在跟，这个没办法的，没有问题。差一台整多一点点，是的，技能马上就好。第一时间的状态，但是吃到了一个通缉啊。对，那你现在也没办法去阻拦他们。白鹿是第一时间不想管小门这边了。是的。主要他移形也没好，你就算过去了，他们两个状态照样是能摸起来。没错。再找佣兵的位置，想把佣兵的护腕全部逼光，或者说是直接给他击倒了，然后再出去管其他2个人。塔克的话虽然拉得很远，但是还是被发现了。没错。双惊喜定位嘛，没办法。那就看接下来白鹿想骗红光，哎，骗到了，给到了一真骗到了。那平地给了2个喜，难受啊！双惊喜要倒了。好扭！但是第2刀的话是躲不掉的。是的，是。想接击倒挂，可以的话还能把外面的人调度过来救人。可以挂。他是没有必要进行一个手椅的。病患有点，病患这个位置有点远，有点近。哎，想直接传，哇，交移形，赢了。想拖一波佣兵的自愈时间。是的，这里已经没有板子了，其实飞行家也是比较有压力啊。是，再叠想打双标记。交背包躲掉了，还行。是的，但还有第2段。病患还是自己摸一下，把佣兵摸起来。这里的话直接被上双球，这有2阶的话也不太好牵制了，还差1个标记。他可不能倒大门啊！倒大门这边是3连啊！当你脸上把板子给踩掉，再一个空中飞人过来，要倒在自己的一个密码机附近了。没招。
而且最后的道具他就是想省，而且他想倒离这边的大门方向，因为大门这边就是3连，3台密码机在那里。白鹿不往回挂，他想着不守了，可能是打拦截，打拦截，摸了个镇静剂，双重惊喜定位到了。对的，但是要去守密码机还是打拦截呢？他就要找2个人，因为他知道密码机那个人你动不了。哎，这真扎不完啊，直接能拦截呀。是的，现在2个人都被卡住了，不修机密码机不够，修机的话救不了人。先王者还是不确定，怕有人去偷救。现在这个站位就是一个多抓局的站位啊。是的，白鹿没能看到他在那里扎针，如果说是能看到的话，直接抓佣兵就行。但是就算你回满状态，这个人你还是不好救。对，满状态佣兵你也不好救。是的，但有个护肘，看能不能躲一波双重惊喜。忽然看怎么弹，2下。不弹，要先吃1刀再弹。惊喜，想吃1刀有加速再弹，但是被打断，只有60，还有机会的。双重惊喜，看一下这个双球怎么上，有手法兵，就差个点躲，给到再重救，来得及没有压好，哎呦，击倒了，要4抓了，前起来就是4抓局。这边挂上椅子，直接去找猛罗皮就行了。手里面是有技能的，能直接贴脸。你又不敢开，你开了，现在就是有挽留。对，主要是他的位置是明的，他是明牌位置。移形过去，双重惊喜定位怎么躲？喧嚣的话不怕你躲，看到了，想去救人，空中飞人直接越过障碍物，有拦截机会上，但是这个距离太远了。是的，还得再交一段道具。那么这里白鹿是不着急的。我等你先动，我再交空中飞人，把你拦住，2个人都走不了。双2个人现在都没道具啊，而且密码机你永远摸不到了。是的，再让仙木转过来，能击倒飞轮，好飞轮，但是这一波走不掉，还是被击倒，密码机根本摸不上。病患要先倒，现在绕着仙木跟不上，没有办法直接把他击倒。一直在卡走位啊，给等个躲，绕场仙木等一下，哎，卡住了，想把渔民放远。是的，再挂，先挂人，得挂，先挂人，把压好，他是知道的，不能开。感觉这一波不开，可能也得开了呀。是的，那你开了，自身又没有道具，你往哪跑呢？没错，双重惊喜定位，知道位置了。是，去到大门找塔卡口。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跑都是无济于事的，他是精准的能知道你的一个方向的。是，很难。那这个位置下波双重惊喜定位就出来了呀。喧嚣找人是最好找的。白鹿能听到，先看到了，知道了，感觉到了，看脚印，对，已经出脚印了，是，而且没有任何道具，这样的话也是稳稳的能拿下这一波的西装呀。他想要吃到之后想开，但是没有什么用，还在太远了，而且病患的一个淘汰进度太少了。是的，而且还有双重惊喜，还有空中飞人飞过来，绕场仙木加空中飞人，但是没有打到没有关系，等下波双重惊喜就行了。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困兽之斗呀。是的，要还是在3板啊？你怎么去呢？击倒了，还在走位，还在走位，差一点点。哇，这个板缺还在秀。一直在扭，病患已经飞了，绕场先不击倒了，但是有挽留，还是拿下4抓，困兽之斗了。是的，没办法了，白鹿中间那波拦截打得太好了，哇，满状态带着一个护腕的佣兵给你拦截到救不下来，稍微去防一下前面的撞救嘛。撞救其实也没招了，你只能就是说是把人放到椅子面前，我放下，对，用这个雷去做铺垫。对，你要敢撞过来呢，我就期望着这个雷能给你炸断了。没错，幸运儿，大防前锋，我觉得也是刚好逮到了。奇绝幸运儿，是的，对，奇绝幸运儿，这幸运儿必须得要牵制起来了。对，球吧，许愿是个球。是的，幸运儿这个位置，说实话就比较嚣张，就很容易被手追。反正就2个极端，要么球来了。这个位置的话，也是肯定要先找一下幸运儿的。还没有去开这个包裹。是的，他想靠近之后看情况开。在骗，没能骗到啊！然后也是带了快踩去增加自己的一个追击速度，挽留都不带了，我就打前期。哇，这道具捏的这么死，骗到现在都不用。但是应该被发现了，还在骗，但是能炸到的，炸到吧？我炸到了，这给到一下还不开，开了，还又取消了，想了一下，发个球，还是球，是个幸运儿，不是倒霉儿。对。这个时候是挖一个别的就很难受了。他第一波许愿成功的话，其实压力会小很多。是的，而且有双弹牵制邦邦的话，也算是克制了。是，但是雷布的太好，炸断了，炸到大断，趁他这支 CD 能不能去叠下下一波3连雷又中，遥控雷收了，接连炸倒了。
密码机才1台多啊！天哪，看，这个熟练度太恐怖了！前锋现在只能过来撞救了，撞救得丢，放了球拉断了。然后看你这边球已经拉了，那我就直接挂上。感觉在卡卡手里，这个求生者就像奶油一般融化了。是的。 而且这个融化的让前锋现在有点难办的，很尴尬，因为他没有办法撞救了，这个救人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而且手上还有半颗球，你现在不救的话也有点小亏。而且邦邦有爆炸专注，把球来了，想撞救，想强撞，打断了，可以，没问题，可以接受，就当是吃一刀救人的嘛，无所谓的。没错，就是用这个球来逼你出刀的。是。 那前锋要换命嘛？我觉得现在还没必要，很难，因为他移形还没有交。如果说你交技能还有机会，对，破亿吧，能修多少修多少，跑一个。必须吃技能，现在给星儿的目标就是必须吃技能，吃完技能我们还好评，不吃技能的话是有多抓的风险的。有可能牵制起来吗？1/4的球躲掉了，扭掉，全扭掉。是的，吃饱了，球你来了，再交球躲，哇，拉光了。刚吃饱了，现在不想吃雷了。对，有点挑食了。对。 那还能一直吃吗？对吧？哎，这里那也太能吃了吧！那看看这波能不能再抓到，躲掉了。好走位啊！逼一行骗了一下，但是压了一下身位，这个板子能进板，还能进呢。想超没到没有雷了，白也拍了，姚雷也攻了。卡有点着急了。是的，小迪这边将功赎过了，目前还可以。是的，还能吃一次雷了，躲掉，板他又躲了，但是这吃到了。 贪了，他为了躲这个雷被打一刀，对，不然还可以牵制呢。一进到这个墓地里面，就跟回家一样，游龙起来了。没错，前锋现在又在旁边准备好了，你挂上我就撞。在防撞救，对于这2秒雷求生者来讲，哇，但是打断了，还有击到，是一个5秒雷，没必要贪啊，但这波还是得撞。不撞了，不能撞了，卖了。他想要去打一波预判，趁你这个雷没有爆的时候，直接打一个交互撞，是没必要啊。 都这种局势了，真没必要啊！遥控雷没打到，都是顶尖选手，我肯定想秀呀。是的，一旦要是能成功了，这个局面又能去太高了。对，那他这一波救人的压力还是有的。看看花瓷就卖了吧，卖了，这个进度有点太极限了，没化险为夷。你过来救他，身上又没有道具，对，救来有什么用？最后一台密码机，我们3个人拉扯还是很好拉扯的。是的，关键是小迪把移形给逼了，下波不怕。没错，卡的话现在也算是拿到一个淘汰，对于他来讲也是可以接受的。笑笑自己摸了个道具，摸了个魔术棒。笑笑是真敢跑啊！进攻起来了，大空地跑出来不怕被看见的，遥控雷。 先炸到一次，两边都在摸密码机了，无论管哪边，另外一边都能压好。这边是有一个小3连的，是的，小门到墓地的。卡他这里可以先佯装追一下火灾，等他自己的一个技能好了再去管墓地。是的，他现在导点绝对不能倒回中间，或者是倒。技能把自己哇还好，极限夹缝中求生，夹缝生存。 好危险呐！哇，连雷但是很准呢。不敢翻飞轮，往回走飞轮，还再接这个技能，把他弹一下，别被秒了。飞轮只能再补，这么秀吗？奶奶，两边都在玩操作，游龙啊！这一炮倒了，连雷还是很准。是，但也还好，他没有倒在了那边的4面墙，也就是捕鼠笼那里。如果说倒在那里，那你墓地密码机你破译不了。这样传送过来，只能举手。感觉双方真的是这种。 高山流水遇知音都很秀，哎，距离把控这么精准吗？花子，这都不交，交道具前面在交，想整悬停还在摊，因为他觉得悬停到时候救人我方便，还有飞轮，而且前锋在后面去给压力，你还必须得来管我。但卡卡这边意识到了，就一根魔术棒，看到脚印，骗走把位置卡住，但是魔术棒脚印，大家知道了，还是拍到你了，封路，一刀带走。那你这球呢？密码机现在前面传送的时候，他传送的时候怕的不行，没办法，还好他怕倒。这里交了，椅子是用掉了，他没有办法挂墓地的密码机脸上。不过队友也不敢修嘛，你修我就换了，所以还是起修外面的密码机。这样的压力还是要给到我们的飞家。对，看到这波悬停救人的角度了。看花四这边怎么救？花四这边想密码机直接压满，哎呦，这边给他压满了，让他过来破译。那其实这个时候这个。 可以给你过半，可以炸。对，看到飞家了，看一下能不能悬停，悬停直接交了过来，只能换了，立马卡卡也知道了。啊，这波决策稍微有点急啊 ！MRC 扛住压力了，不守的话是有3保风险的。小门有地窖，又没有挽留，
气囊还在，再来还不气囊。如果说这两波全剁掉的话，能3跑啊！门这边差60%，有机会呀！步步错呀！一步错，是的。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哎，雷跟不上了，能把握住吗？能炸到吗？给一刀实体，没有打到，没打中。遥控雷在架住，一直在骗，得炸，还得炸。哎，引爆了！5秒雷，雷跟不上，没有雷了，那这样人要走，1跳了，完成3跑了。奈奈怎么可以这么秀的？天哪，教得好。这把就看有没有人能站出来去当一个牵制的英雄了。对，得牵制的够久才行，才有机会3跑。不大师这角色开门很恐怖啊。监护者现在也是选择目的，看能不能直接去找自己想要追击的人。是找头陀就是蹲个化险为夷嘛。你要是说找到先知，其实先知他的个人不知道会。好，上来先吸一下这个地表能量。还是果断的去抓一下小门的先知啊。P 的话，这边往外拉点的一个路线也是被锁死了，只能往小门的里面内侧去进行一个牵制。是找的是先知，但是杂货商的话，你又不太好玩这个板窗。没错，只能拉走了。交互点现在在干嘛？提前给他们咋缠了？他拉也不能，但是这个小走位相当灵性啊！躲掉了，有最实的机会吗？躲掉了，全躲，全对。哇，这一波牵制太好了，回头骗了。这时候有碎石过板吧？碎石交鸟不交鸟，可惜这个鸟没有交出来。对，他这边一直在躲碎石啊。对，没有摁上，摁上的话这一波就很完美。开个门先，不着急。碎石打到了，哇，这一下这个门开的位置不是很好。如果说呢再哎，但下一个碎石很危险了，交掉了，倒了呀。这鸟交的意义不大呀，还是第一波给好，因为他第一波给的话，起码还能进满区。那你这一波给的话，等一个碎石，其实收益有点太低了。这个1台半，我算他2台密码机，他也不够啊，不够的。而且他这个陶大师位置也是比较明的嘛。是。那你如果说不让陶大师来救，你还得把外面的幸运儿的这个化险为夷给调度过来。你现在如果说是想要打个密码器够，或者说打成一个3跑面，你幸运儿是必须要过来的。对，他们现在是有3个化险为夷，所以说都可以来救。但幸运儿是没有枪，没有手电筒。对，光顾着破亿的了。对，比较难去进行26吧。这救人环节压力有点大吧？哦，小心了，震慑大师来了，有点极限了，扔一刀。下来的话也是让先知先跑远一点。是，中心之盾也开起来。好，一刀也不让你吸，这怎么办呢？这局又要3跑的，没有很难啊，没有枪，没有控制，没有人能保。那你这个逃脱大师的化险为夷也得省啊。要不先摸一个吧，先摸吧。如果是想要打一个30开门战，然后33跑的话，那你这个逃脱大师的化险为夷一定要省。对，你可以理解为他去修机去了呀。是。那逃脱大师救还是不救呢？如果他救了没有化险为夷，33跑是不太可能的。要么就卖的。卖了的话，逃脱大师可能被追啊。我觉得得救啊！他不救的话，这个进度还是太少了。他救了去用命去保的话，马吉还有点角度。因为挪到这个位置了嘛，是有机会救的。而且修的速度也比较快。是，必须得救，救了保他，说不定还能把一鸟吸出来。换命嘛，就换命来了。是，就用他的命去换先知的命。打一刀被动。被动，这个被动有点远。这再一阵，哦，能换吗？上手就永远是最。就看这一刀，侧刀，哇，太准了，白鹿，太准了，那没办法了，是，只能让囚徒过来电了，没办法，隔墙电，但是有藤蔓，他可以把门打开啊，我把门打开，他不好电的吧？是的，有藤蔓，就感觉太明显了。你说你没事，你放一个，哎，不能挂，哎，骗子，让他前错，哎，囚徒怎么也过来了？他怎么也来了？你怎么也来了？人有点多了吧？他想过来踩这个藤蔓是不是？哎，怎么电着了？电错人了，他没看清楚。他命中一签的是逃他救了2个机油刀，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因为我可以反手再刮你囚徒，而你囚徒还没有回光返照。重点下一步谁救呢？交传之后，白鹿还想刷数据，他想要多抓，想多抓。真要倒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可走不了了。是的。快点！
但是你别说，只要信儿这个位置一倒的话，那边还来不太及去补对，塔击。哇，达到了，精准击倒，还能在局外这位拦截，那两个人才在补状态。他不补救不了，对，密码机也不够，这把多抓了。白鹿的话，他现在有太多的角度去争胜了。是的，白鹿能相信他的判断吗？把这个互补状态的人找到。 根本救不下来，这个位置实在太远，你让囚徒自己一个人过来去单闯，我觉得都闯不到。没错，已经看到了，看到了，这里就有机会能拿刀。亮看看有没有办法躲一下。对，藤丸去锁下走位。但是碎石加藤丸谁我扎下一刀，不好救了。藤丸直接过去铲，而且密码机还没有压好，他可以先拦住你的路，然后再用碎石。对，而且他可以在以前吸个藤蔓。 真的不好救，没有回光返照的。再吸，怎么救？稳。这边只有一个电一下，没关系啊，救不了。要了，炸一下，击倒，密码机压好，太稳了。但是他既没压好，又没有回光返照。四抓局又来了，真是绝望啊！压好了，有回光返照也不怕，因为白鹿压起身了，他 A 了2下，一直在防。白鹿的话，所有的概率，所有的能让对面翻盘的东西都想到了。是的，的话就看能不能找到这个陶大师了。是的，是摸了一下小门，然后往里面去躲。陶大师想去救，想去把门点开之后，偷偷把人给捞了。但是白鹿他以为陶大师往大门反跑了，还在点小门，但是你点小门的话，他有可能会听到娃娃的耳鸣。是的，遥控玩偶可能会影响到。对的，那这边应该是有还有9秒，一个对，带有传送，要尝试一下传送吗？5秒，现在传的话还有机会。我考虑去传。要传吗？能意识到吗？说我传了，有藤丸，这刀没有先出，还好忘记先吸了，不过没有关系，是拿下了6比2了，抓也是可以恭喜 MRC 拿下了这个 BO5的一个胜利啊，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没错。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赛果。今天一共2场比赛，第一场的话是 JR 对阵 RC， 由 JR 获胜；第二场呢是 MRC 对阵 X， 也是由 MRC 获胜。是的，明天到时候也是这2支队伍，到时候还是要汇聚一堂。没错，对，明天第2局嘛，强中自有强中手啊。那看看我们的淘汰晋级图，目前晋级到我们4强是体艺朱雀在左半边，右半边是 JR 跟 MRC。明天左半边对垒，右半边对垒。是的。 也是即将决出我们的一个决赛的一个对阵啊！是的，同样的，对于2边来讲都是最近的这一步了，只要这一步迈过去，都是其实能破掉自己的对手了。没错，明天的第1把是 T 对阵朱雀，第2把是 JR 对阵 MRC。没错。